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有一位盲眼的诗人，名叫荷马。他和其他的文人、戏剧家、史学家一起，用诗歌和故事记录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神话传说。他们讲述了古希腊的英雄们如何在神与人的纷争中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和智慧。他们讲述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如何以宙斯为首，统治着天地万物，却也经常陷入爱恨情仇的纠葛。他们讲述了凡人们如何在神的恩赐和惩罚中体验着生命的喜怒哀乐。你想知道为什么宙斯要与自己的父亲克罗诺斯交战，夺取天界的王权，又为何要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文明呢？你想知道普罗米修斯是如何用泥土塑造出人类的形象，又为什么要冒着神的愤怒偷取天火赐予人类呢？你想知道当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世界的灾难，还有什么希望能够留存呢？你想知道死者的灵魂进入了哈迪斯的冥界，会遇到什么样的审判和折磨，又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重见阳光呢？你想知道海克力士、普尔修斯、特修斯等英雄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战胜了海德拉、独眼巨人、美杜莎等恐怖的怪物，赢得了荣誉和爱情呢？从海克力士的12项挑战到特洛伊战争的惊天动地，这些都是希腊神话的经典故事，他们将带你进入一个神奇而又激动人心的世界。在一切的开始，只有无垠的混沌，一片空洞的虚无。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诞生了第一个神灵盖亚，她是大地的化身，也是万物的母亲。与她同时出现的还有爱神厄洛斯，他的力量能让一切相互吸引、相互结合。在混沌的边缘，还有另外2个神灵，他们是黑夜尼克斯和白昼赫摩拉。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厄瑞波斯黑暗的统治，让天空出现了变化，有了黄昏和黎明，有了日月的轮回。在混沌的深处，还有一个神灵，他是塔尔塔罗斯，他是地狱的主宰，也是恶魔的居所。所有犯下罪恶的灵魂都会被投入他的领域，受到永无止境的折磨。但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始神灵，因为盖亚还将诞生出另一个伴侣，他是乌拉诺斯，他是天空的化身，也是万物的父亲。他与盖亚紧密相拥，形成了完美的和谐，他们共同创造了新的生命。他们有12个孩子，这些孩子被统称为泰坦神，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美丽的容貌。其中最伟大的是俄克阿诺斯，他是大河的神，他的水流环绕着整个世界，滋养着万物。他的兄弟是许珀利翁，他是第1代太阳神，驾驶着金色的战车，每天穿越天空，将温暖和光明带给大地。当他结束了1天的旅程，他的女儿塞勒涅，月亮女神就会接替他的位置，用她的银色的光芒照亮黑夜的寂静。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暴力的时代，因为乌拉诺斯对这些泰坦孩子来说是一个残酷的父亲，他将孩子们锁在地底深处，不让他们见到阳光。为了逃脱这个悲惨的命运，他们将目光投向他们的母亲盖亚，他打造一把坚不可摧的镰刀，赠送给他最年轻且最强壮的儿子克罗诺斯。克罗诺斯策划了一场叛乱，他耐心等待着，当乌拉诺斯再次与他的母亲同床共枕时，他跳出来，用那把镰刀切下父亲的下体，将他扔进大海。从那些血滴和泡沫中孕育出阿弗洛狄特，爱与美的女神，也是新一代神灵的第1位。克罗诺斯用那把镰刀打败了父亲乌拉诺斯，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被称为神王。但他的统治并未持久，因为克罗诺斯与他的妹妹瑞亚生下了3个女儿和3个儿子，这些子女成为了众神，分别是大姐炉火女神赫斯提亚，2姐农业女神德莫特尔，3姐婚姻女神赫拉，老斯冥王哈迪斯，老五海王波塞冬和老妖雷神宙斯。克洛诺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残忍，用预言得知了他的一个孩子会推翻他的统治后，于是他就把他们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吞下肚里，想要阻止这个预言的实现。只有一个孩子逃过了这个可怕的命运，那就是宙斯。他的母亲瑞亚不想失去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就把宙斯藏在了克里特岛的伊达山上，然后给她的丈夫克罗诺斯喂了一块裹着婴儿衣服的石头。这个泰坦神一点也没察觉。宙斯在岛上由他的祖母盖亚抚养长大，一直隐藏到他成年，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挑战他的父亲。
他找到了他的兄弟姐妹，帮助他们从克罗诺斯的肚子里逃出来。他们一起发动了一场史诗般的战争，与泰坦神决一死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王国，成为了新的神灵领袖。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震撼天地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漫长的10年。他们从地底深处释放出了强大的白手巨人和独眼巨人，以及传说中的匠人普塞克洛普斯。这些力量的结合，为宙斯锻造了一柄强大无比的雷霆，为波塞冬打造了一把尖锐的三叉戟，为哈迪斯制作了一顶能让他隐形的帽子。这些神奇的力量最终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当泰坦神被打败后，宙斯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宽恕，将他们囚禁在了塔尔塔罗斯，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底世界，让他们受到永恒的折磨。在这场战斗中，宙斯对伊阿珀托斯的儿子阿特拉斯施加了特殊的惩罚，诅咒他永远承受着天空的重量。然而，并非所有的泰坦都遭受了这样的命运。特弥斯、法律和秩序之神以及普罗米修斯在冲突开始之初就选择与宙斯结盟，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被赦免，并被允许在众神之间生活。随着泰坦神统治的结束，宙斯、波塞冬和哈迪斯三兄弟决定分别统治自己的领域。宙斯掌管着广阔的天空，波塞冬统治着汹涌的海洋，而哈迪斯则成为了冥界的主宰，那里是所有死者的归宿。在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他的众神同胞们建立了他们的家园，他们被尊称为奥林匹斯12主神，他们的权力覆盖了整个凡间，统治着人类和怪物。普罗米修斯这位泰坦神的后裔，对于他眼中的地球居民感到不满，在他看来，这些生物不过是一群无知的野兽，不值得一提。因此，他决定用粘土塑造出了人类，按照众神的形象将他们雕琢得栩栩如生。但普罗米修斯并未止步于此，他看到人类仍旧像野兽一样栖息在洞穴之中，于是他赋予了他们火种，那原始的炽热的火焰引导他们走出黑暗，制造工具，开始了文明的曙光。人类很快便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但这却引起了宙斯的不悦。宙斯希望人类对众神兴奋感激，因此他要求人类在每顿饭后不要进行动物祭祀，以此来表达敬意。而具体献祭哪一部分，则由普罗米修斯决定。普罗米修斯的忠诚首先是对人类，而非众神。为了让人类占据优势，他杀死了一头公牛，巧妙地将其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肉质鲜美的内脏，巧妙地隐藏在不起眼的兽腹之下；另一部分则是光秃的骨头，被一层厚厚的脂肪所掩盖。宙斯选择了外表诱人的脂肪部分，但当他发现里面只有骨头时，愤怒难抑。作为惩罚，他剥夺了普罗米修斯赐予人类的火种，失去了火的人类再次陷入了黑暗。为了拯救他的创造物，普罗米修斯不惜一切代价，攀上奥林匹斯山，窃取了众神之火。手持火炬，他将火焰带回人间，让文明得以重燃。当宙斯再次看到地球上的火焰时，他勃然大怒，将普罗米修斯铐在山腰上，每日遭受一只凶猛老鹰的折磨，啄食其不朽的肝脏。夜幕降临，他的肝脏便奇迹般的复原，预示着第2天更多的痛苦。这样的惩罚持续了1000年，普罗米修斯的呻吟声回荡在山谷之间。宙斯的怒火不仅仅停留在普罗米修斯身上，他还想要让人类尝到苦果。于是他命令荷淮斯托斯用泥土塑造出了第一个女人潘朵拉。她被赋予了众神的多种天赋，阿弗洛狄特的美貌和情感，宙斯的好奇心，以及赫尔墨斯的语言能力。她的名字意味着所有的礼物，因为她集合了众神的馈赠。众神还赠予潘朵拉一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装有未知的礼物，但被严令禁止打开。随后宙斯将她送往人间，成为泰塔埃皮米修斯的妻子。尽管普罗米修斯曾警告自己的兄弟埃皮米修斯不要接受神赐之物，但埃皮米修斯却被潘朵拉的美丽所吸引，忽略了警告，迎娶了她。在那个被神话湮灭的时代，潘朵拉和她的家人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和谐与喜悦。他们的女儿皮拉的诞生，更是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笑。但潘朵拉心中的好奇心如同一团不灭的火焰，始终围绕着那个神秘的盒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潘朵拉的好奇心愈发强烈，最终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打开了那个盒子。在那一刻，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混沌，所有的罪恶如同洪水般涌出，将世界笼罩在阴影之下。贪婪、嫉妒、衰老和疾病，这些普罗米修斯曾努力避免的灾难，现在全都成为了人类的负担。当潘朵拉匆忙将盒子合上时，唯一留在盒子中的是希望。宙斯的这一惩罚，让人类即使在苦难中也不放弃希望，坚持生存，直至永远。从此，人类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那朵无忧无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时代不再。人类开始经历衰老，生活变得艰难。接着，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相继到来，人类变得傲慢，忘记了对神明的敬畏，开始制造武器，互相征战。他们的残暴行为激怒了宙斯，他决定人类不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于是，宙斯请求波塞冬在海洋深处挥动三叉戟，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巨浪滔天，淹没了山巅之下的一切。天空中的暴雨如瀑布倾泻，狂风搅动着汹涌的海水，直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幸存者们在绝望中挣扎，饥饿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们的心灵备受折磨。在这场灾难中，只有普罗米修斯的预警让两个幸存者皮拉和杜卡利翁得以逃生。他们依靠一艘坚固的小船，在波塞冬的风暴中艰难求生，漂流在无边的海洋上，哀悼着失去的亲人。当他们的小船最终抵达帕纳索斯山，这片高地成为了海洋未能触及的最后圣地。宙斯终于平息了他的怒火，命令风雨停歇，洪水退去，地球恢复了宁静。但这片宁静之地已无人类生息，杜卡利翁和皮拉面对着重建人类的艰巨任务。在泰坦女神特弥斯的指引下，他们沿着山脉行走，把石头抛在身后。这些石头奇迹般地化作了新的男女，人类得以重生。他们肩负着重建文明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人类是否会重蹈覆辙，还是会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切都交由时间来见证。宙斯，众神之王，坐拥奥林匹斯山的至高宝座，其象征雷电和雄鹰成为人类的征兆。宙斯掌管着所有的天气变化，从雷暴到狂风暴雪，一切随他心情而定。希腊人视他为最伟大的神，顺从者祸福，反抗者遭罚。掌握世界控制权的宙斯寻求妻子共治天下，但他以不忠闻名，至少拿过7位妻子。首位嫁给宙斯的是智慧女神莫提斯，一位仙女，她很快怀上了她的孩子。但宙斯曾被祖父母盖亚和乌拉诺斯警告，莫提斯注定会为他生下一个叛逆的儿子，将会篡夺他的王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宙斯在莫提斯生孩子之前将他吞了下去，希望能避开这个预言。但在这样做之后，宙斯开始遭受可怕的头痛，痛苦变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他请求用斧头劈开他的头。从他额头的裂缝中涌出了莫提斯怀中的孩子，一个名为雅典娜的女儿。她是战争和智慧的女神，已经成年，准备好加入奥林匹斯众神的行列。宙斯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姑姑特弥斯，正义与法律的泰坦女神。她曾背叛了自己的同类，站在众神一边，参与他们与泰坦之间的战争。宙斯与特弥斯具有3个孩子，然而他们将在凡间获得巨大的权力，被称为实习3女神。这些姐妹将成为命运女神，仿制一条生命之线，决定每个灵魂将走向何方。最年轻的妹妹被称为克洛托，即纺线者，因为她负责在人类诞生时纺织生命之线，控制着灵魂是否以及何时被创造。只有通过克洛托的巨大力量，新的生命才会诞生。她的姐姐拉克西斯，即分配者，将决定每个人的命运。拉克西斯将使用她的权杖，测量在克洛托的纺锤上纺出的每根线的长度和性质，从而规划出每个人的生命持续时间以及每个主要事件。最后，最年长且最令人畏惧的姐姐将被称为阿特罗波斯，即不可逆转者。当一个凡人在地球上度过的时间结束时，阿特罗波斯将拿出他的大剪刀，通过剪断线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宙斯继续娶了许多妻子，生下了很多众神和女神，但在他的第7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中，他选择了年长的姐姐赫拉，女性和婚姻之神。
宙斯终于找到了一位女王来与他共同统治。即使在与赫拉结为连理后，仍旧对凡间女性心存爱慕。他的风流韵事遍布神话故事，与无数神奇和英雄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宙斯善于变换形态，以各种伪装追求那些俘获他心的女性。欧罗巴，腓尼基泰尔城的公主，美丽而纯真。她不仅是英雄卡德摩斯的妹妹，更是宙斯眼中的瑰宝。一次偶然，她在海边采花时，那优雅的身姿吸引了宙斯的目光。为了得到她，宙斯化身为一头壮丽的白牛，以隐秘的方式接近她，避开了赫拉的监视。当欧罗巴被那头公牛的温顺和美丽所吸引，决定骑上它的背时，宙斯立刻展现了他的神力。他带着欧罗巴冲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穿越了无尽的水域。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中，欧罗巴紧紧抓住牛角，随着宙斯一同驰骋在广阔的海洋之上。为了安抚惊慌的公主，宙斯决定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他不仅仅是一头野兽，而是众神之王。两人最终来到了克里特岛。宙斯曾经在那里躲避他父亲的追杀，欧罗巴在那里为他生下了许多孩子。这个岛屿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和后代的诞生。其中，米诺斯成为了克里特的国王，他的名字与传说中的弥摩陶洛斯紧密相连。为了纪念他对欧罗巴的爱，宙斯将他们所占的大陆命名为欧洲，以示敬意，并在星空中重新塑造了那头白色公牛的形象，后来被称为金牛座。宙斯的妻子赫拉是婚姻和女性的守护神，在希腊社会中备受尊敬。尽管她受人崇敬，但她也是奥林匹斯山上最具复仇心和恶意的众神之一，使她与她的丈夫宙斯并不相称。宙斯的无数外遇经常引起她的愤怒。尽管是宙斯的王后，赫拉只为他生下了12位奥林匹斯神中的2位，分别是战神阿瑞斯和火神赫淮斯托斯。其他的众神都是出自宙斯的无数外遇。宙斯最令人讨厌的一次不忠行为之一，是与赫拉最忠实的女祭司之一公主伊俄发生的。当赫拉前来调查，试图保护伊俄免受妻子的伤害时，宙斯将她变成了一头美丽的白牛。但赫拉并没有被这个骗局愚弄，知道自己抓到了宙斯的把柄，便要求他将那头白牛送给他作为礼物。知道拒绝这个请求只会证实赫拉的怀疑，宙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而赫拉将伊俄关在一个洞穴里，由白眼怪物阿尔戈斯看守。作为完美的卫士，阿尔戈斯能够用一半的眼睛睡觉，另一半保持清醒，始终保持警惕。宙斯太害怕赫拉而无法亲自干预，最终他派遣信使神赫尔墨斯来解救可怜的伊俄。作为一位大师及音乐家，赫尔墨斯决定通过智慧而不是力量来战胜阿尔戈斯。他友好地接近这个怪物，开始吹奏笛子，唱起甜美的摇篮曲，直到阿尔戈斯入睡。当最后一只眼睛闭上时，赫尔墨斯拔出剑，杀死了这头野兽，然后释放了被囚禁的伊俄。赫拉对阿尔戈斯的忠诚表示感谢，将他的眼睛镶嵌在他最爱的孔雀尾巴上，使之成为他权力的象征。而对于伊俄，赫拉的报复远未结束，他派遣了一只牛虻来折磨这位不幸的女子，使她在逃亡中几近疯狂。伊俄的流浪之旅漫长而艰辛，他逃亡的海域被命名为伊奥尼亚海，以纪念他的苦难。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意为母牛之都，则是为了纪念他在逃亡中经过的地方。最终，伊俄抵达了埃及的尼罗河畔，宙斯在这里恢复了他的人类形态。他们的联合孕育了一子以巴弗斯，伊俄因此成为了许多希腊英雄的祖先，包括珀尔修斯和海克力士。作为宙斯的情人之一，勒托在怀上双胞胎后遭到了赫拉的极度嫉妒。赫拉不仅派出巨蟒皮童追捕勒托，还禁止所有城市为他提供庇护。勒托在希腊各地流浪，从雅典到克里特，从利姆诺斯到萨摩斯，无一处能为他遮风挡雨。终于，只有提洛岛勇敢地伸出援手，但赫拉的阴谋仍旧让勒托无法安生。赫拉困住了分娩女神勒勒提亚，阻止勒托分娩。在9天9夜的痛苦挣扎后，其他女神的同情终于将勒勒提亚带回，使勒托得以顺利生下孩子。勒托的孩子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阿波罗，太阳之神，和他的姐姐阿尔特弥斯，月亮女神，被预言将成为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为了纪念这对神圣双胞胎的诞生，
全世界的城镇和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所有的庆典中，底比斯式的庆祝活动尤为壮观，显示出对这一神圣时刻的尊重和喜悦。尽管全世界都在庆祝，但尼俄伯女王却因自己的傲慢而拒绝参加。她自夸拥有更多的孩子，7个儿子和7个女儿，因此认为自己比勒托更值得荣誉和尊敬。尼俄伯对勒托的不敬引发了神灵的愤怒，导致了他孩子们的悲惨命运。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作为勒托的复仇使者，以箭矢惩罚了尼俄伯的儿女，将他推入无尽的悲伤深渊。失去所有孩子后，尼俄伯独自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宙斯最终将他的形态永固于一块巨石，结束了他的哭泣。位于土耳其西部的这块石头被称为哭泣的石头，象征着尼俄伯永恒的悲伤。每当雨水流过，就像是尼俄伯无尽的泪水，让人不禁感叹于他悲剧的命运。阿波罗的故事是光明与智慧的象征。作为太阳之神，他不仅掌管着弓箭和医术，还是预言的化身。他的母亲勒托曾被巨蟒皮童追逐，而阿波罗为了报仇，前往帕纳索斯山，用黄金弓箭射杀了这只巨蟒。阿波罗在巨蟒的尸体落处建立了德尔斐神庙，这座神庙后来成为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预言地点。皮提亚作为阿波罗的代言人，他的预言影响了从国王到农夫的所有人。皮提亚会吸入神庙中的蒸汽，陷入狂热状态，以他的吟唱传达神谕。阿波罗自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弓箭手，他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即使面对原始神之一的爱神俄罗斯，阿波罗也不言鄙视之情，认为他无法驾驭这种强大的武器。俄罗斯爱神因为阿波罗的傲慢而发誓要给予他一个教训。他使用了2支箭，一支镀金的箭使阿波罗深深爱上了达佛涅，而另一支镀铅的箭则让达佛涅对阿波罗产生了厌恶。当阿波罗满怀欲望地追求达佛涅时，他则在森林中拼命逃离。在绝望中，达佛涅向他的父亲佩纽斯求救，结果被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将月桂树的叶子赋予永恒的生命，以此纪念他的逝去的爱人。他还将月桂花环佩戴在身上，确保达佛涅的存在永远留在他的心中。阿波罗不仅是太阳之神，还是医疗和艺术的守护者。他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继承了父亲的医术，成为一位传奇的医生，能够唤醒死者。然而，这一记忆触动了冥王哈迪斯，因为他打破了生死的自然循环。为了恢复秩序，宙斯不得不用雷霆之力终结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生命。但在阿波罗的恳求下，宙斯最终使他复活，并赋予他成为医疗和医学之神的荣耀。阿斯克勒庇俄斯后来还生下了女神许鬼厄亚，她是洁净之神，我们从中得到了卫生一词。作为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保护着猎人和野兽，维持着自然界的和谐。同时，阿尔特弥斯以其纯洁和强烈的自我保护而闻名。当猎人阿克泰翁不慎窥见他沐浴，他毫不犹豫地将他变成了鹿，并让他自己的狗将他撕裂，以此来维护他的尊严。波塞冬是海洋的霸主，他的宫殿坐落在深海之中，他的3叉戟是他的权力的象征。他能够控制海水的涨落，引发地震和海啸。他的黄金战车能够在海面上飞驰。他的性格暴躁，不容任何人触犯他的尊严。他曾经对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施以可怕的诅咒，因为米诺斯背信弃义，没有按照约定将一头美丽的公牛献给他。波塞冬让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怀对这头公牛产生了不正常的爱慕，从而诞下了一头半人半牛的怪物，名叫米诺陶洛斯。这个怪物被关在了一个巧妙的迷宫中，每年都要吞噬人类的祭品，直到被英雄特修斯杀死。作为海洋的霸主，波塞冬的权力仅次于宙斯，但他对宙斯在奥林匹斯山的独裁统治不满，曾经与其他神祇联手密谋造反。波塞冬、雅典娜、赫拉和阿波罗试图用魔法绳索将宙斯捆绑，夺取他的权杖和闪电，但他们的计划被忠于宙斯的百臂巨人布里阿瑞俄斯所挫败。宙斯恼怒之下，对他们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命令波塞冬和阿波罗去为特洛伊的国王拉勒莫东效劳，用他们的神力为这座城市建造一道坚固无比的城墙。他们在那里辛苦劳作了1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程。然而，
这座城墙并没有保护特洛伊免受希腊军队的攻击，而是成为了特洛伊战争的见证。这场战争中，波塞冬和阿波罗又站在了不同的阵营。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宙斯与莫提斯之女，以其对策略家和狡猾英雄的热爱而著称。她不仅协助众多英雄完成了不朽的壮举，还以自己的骄傲和智慧在众神中树立了独特的地位。为了在凡间留下自己的印记，雅典娜决心争夺希腊东部一座未被命名的伟大城市的守护权。她的竞争对手是她的叔叔，海洋之神波塞冬。他以强大的力量和善变的脾气闻名于世。波塞冬同样渴望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因此发起了挑战。在决定城市命运的那一天，波塞冬首先展示了他的神力。他挥舞着三叉戟，猛地刺入大地。顿时，一股清澈的泉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泉水如同珍珠般晶莹剔透，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围观的人群为之惊叹，纷纷称赞波塞冬的神迹。然而，雅典娜并未因此气馁，她优雅地步前一步，手中的长矛轻轻触地。霎时间，一棵橄榄树破土而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橄榄树的出现，不仅象征着和平与繁荣，其果实和木材的实用性也为城市的未来带来了无限可能。最终，雅典娜以其橄榄树的礼物赢得了人民的心，也赢得了守护这座城市的权利。这座城市随后被命名为雅典，以纪念这位智慧与战争的女神。雅典娜，智慧与战争的化身，不仅是神话中的英勇战士，更是艺术与手工艺的宗师。她的编织技艺无与伦比，每一寸布料都蕴含着神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令所有见者赞叹不已。在遥远的利比亚，有一位年轻女孩名叫阿拉克尼，她的织工技艺同样达到了巅峰。阿拉克尼自信满满，甚至敢于向雅典娜挑战，声称自己的编织技艺胜过神明。为了一决高下，两位女神各自织制了一幅挂毯。雅典娜的作品精美绝伦，细节入微，仿佛将众神的神圣气息凝结于布上。而阿拉克尼的挂毯更是令人震撼，她不仅捕捉了众神的形象，更将他们的性格和传说巧妙地编织进每一针一线之中。当雅典娜目睹阿拉克尼的杰作时，心中涌起了无法抑制的嫉妒和愤怒。在一阵盲目的愤慨中，他用纺锤狠狠地击打了阿拉克尼的头部，将它变成了一只蜘蛛。尽管失去了人类的形态，阿拉克尼依旧保留着他那非凡的编织才能。他在角落里默默地织出了世间最为精美的蜘蛛网，成为了蜘蛛之祖。他的技艺代代相传。在众神面前，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如果你不想像阿拉克尼一样惹恼雅典娜，确保你的点赞收藏一件3连以平息女神雅典娜的怒火。从乌拉诺斯的创伤中诞生的阿弗洛狄特，是奥林匹斯众神中最古老、最神秘的存在之一。她不仅代表爱与美，更是调皮捣蛋的化身，喜欢用她的力量来搅动宙斯的情感世界，让他陷入凡间女子的温柔乡，从而引发赫拉的雷霆大怒。勒洛斯，这位爱神常伴随在阿弗洛狄特身旁，他手持能够点燃星火的神剑，无论是凡人还是神灵，都难逃他的魔力。罗马人称他为丘比特，他的剑矢如同命运的使者，将爱的火种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点亮无数纯真心灵的激情。纳尔喀索斯，这位美貌非凡的青年，虽然拥有令人倾倒的外表，却也背负着虚荣和傲慢的罪名。他冷酷无情地拒绝了无数女性的爱慕，他的残忍让他成为了爱情游戏中的孤独输家。他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幽静的湖边，在清澈的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顿时被那张容颜迷住。他痴迷地凝视着水中的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也不愿离开。与此同时，湖边的回声仙女也爱上了纳尔喀索斯。回声是一位美丽的仙女，但她却没有自己的声音，只能重复别人的话。她自卑地隐藏在树丛中，羞涩地向纳尔喀索斯表达了她的爱意，但纳尔喀索斯却只是冷漠地嘲笑了她。他说：“你这样的女人，我怎么会看上你？你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只会模仿别人，你有什么资格爱我？”回声的爱意被无情地拒绝，他伤心欲绝，最终化为了一片空谷，只留下了回声。回声就会将空谷中呼唤的声音反复回荡：“
无尽地重复着纳尔喀索斯的话语，无尽地回忆着纳尔喀索斯的容颜。纳尔喀索斯在湖边待了整整1天，他无法移开眼睛，无法离开。他陶醉于自己的美貌，忘记了一切，包括饥饿、口渴和疲惫。他甚至忘记了呼吸，直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将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他的鲜血滴落到湖水中，染红了水面。他的倒影也随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朵美丽的水仙花。这朵花的花瓣洁白无瑕，花蕊金黄灿灿，散发着迷人的香气。纳尔喀索斯在临死前望着水中的水仙花，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悔恨。他说：“我爱你，我爱的是你，不是我自己。”人们说，这朵水仙花就是纳尔喀索斯的化身，他将永远被困在水中，凝视着自己的倒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爱情。在塞浦路斯岛上，有一位名叫皮格马利翁的雕刻家，他的心中早已对爱情绝望。他曾经追求过无数女性，却总是遭遇失败。最终，他决定将自己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倾注于雕刻艺术。皮格马利翁开始创作一尊女子雕像，他用无比细腻的手法雕刻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她是他心中理想的伴侣，完美的超乎想象。雕像完成之后，皮格马利翁被自己的作品深深吸引，他爱上了这个冰冷的美丽形象，每天都沉浸在对她的欣赏和幻想之中。他给她取名为加拉蒂亚，像对待真正的爱人一样温柔地对待她。在一个神圣的节日里，皮格马利翁向爱神阿弗洛狄特祈求，希望能让加拉蒂亚成为一个真实的女子。阿弗洛狄特被他的诚挚所打动，赋予了雕像生命。加拉蒂亚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她回应了他的祈祷。曾经毫无生命的雕像向他介绍自己为加拉蒂亚，然后从基座上走下来，张开双臂拥抱着皮格马利翁。他多年的孤独和孤立终于结束了。加拉蒂亚和皮格马利翁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并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了永恒的传说。虽然阿弗洛狄特乐于帮助年轻的情侣，以她无与伦比的美丽和魅力闻名于世，但她总是渴望成为所有凡人和神奇瞩目的中心，享受着众人的赞美和崇拜。然而，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一位名为普赛克的凡人公主身上。她的美貌如此惊人，以至于人们开始误将她当作女神来崇拜，导致阿弗洛狄特的神殿被冷落。被嫉妒之火焚烧的阿弗洛狄特无法容忍这种被忽视的感觉，他决定对普赛克进行报复。他命令自己的同伴爱神厄洛斯去完成一个看似残忍的任务，用他的金箭射中普赛克，让他坠入对世上最丑陋之人的爱河。然而，当厄洛斯第一次目睹普赛克的美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执行阿弗洛狄特的命令。普赛克的美丽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令他心生怜惜。在一次意外中，厄洛斯不小心用箭射中了自己，从此对普赛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恋。然而，厄洛斯的爱情并不被普赛克接受，他担心厄洛斯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才爱上他，而不是真正爱他。他冷淡地拒绝与厄洛斯见面，并要求他永远离开他。厄洛斯非常伤心，他决定尊重普赛克的愿望。他离开了普赛克，并拒绝让任何男人爱上他。普赛克在多年中变得更加悲伤和孤独，最终转向德尔斐的神谕寻求帮助。神谕告诉普赛克，她必须前往一座宏伟的宫殿，那里是她的丈夫的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只会在黑夜里探访她的神秘人物，她不能询问他的身份，更不能试图看他的脸。普赛克按照神谕的指示来到了那座宏伟的宫殿，她对她的新生活感到无比高兴，每天都徜徉于宫殿美丽的花园中。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但有一天，普赛克被好奇心克制，拿起一支油灯，在清晨点燃它。低头一看，她欣喜若狂，因为她的丈夫竟然是厄洛斯，那位年轻而英俊的爱神。然而，在兴奋之余，普赛克竟然失手让灯掉落，热油滴在厄洛斯的肩膀上，惊醒了这位爱神。对普赛克失去对他的信任感到失望，厄洛斯告诉他婚姻结束了，然后飞回奥林匹斯山。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普赛克来到阿弗洛狄特那里，请求女神给他再次见到厄洛斯的机会。但阿弗洛狄特并没有忘记
他对这个夺走世人关注的女孩的仇恨。因此，当普赛克跪求在他的宝座下时，阿弗洛狄特欢喜大笑，给他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她想再见到她的丈夫，普赛克就必须前往地府，请求冥后珀尔塞福涅将她的一片美丽放入一个金色的盒子中。普赛克前往地府，来到冥河斯蒂克斯河，支付了船夫卡戎的费用后，渡过了这条黑暗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域，抵达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宝座厅。普赛克走向冥后，他很高兴地提供帮助，将他的一片美丽放入金河中。当普赛克开始返回奥林匹斯时，他再次被好奇心淹没，掀起金河的盖子，看了一眼珀尔塞福涅的美丽碎片。但这样的事物并不是为凡人的眼睛而设计的。普赛克倒在地上，被盒子里的恶魔所迷惑，失去了所有美丽。普赛克在绝望中再次来到阿弗洛狄特那里。阿弗洛狄特见普赛克已经失去了美貌，不再是他的威胁，于是答应帮助他。他用蜂蜜和乳香涂抹普赛克的身体，让他重新恢复了美貌。就在这一刻，爱神被普赛克为了找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所感动，他来到了地球，见了普赛克。两人回到奥林匹斯后，宙斯将为他们安排一场盛大的婚礼庆典，并赐予普赛克不朽的礼物。于是，普赛克其名字意为灵魂，成为了一位女神。在与爱神的联姻中，爱与灵魂现在永远相互联系。他们的孩子赫多内，也就是快乐女神，给地球上的凡人带来欢乐。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巅，众神享受着无尽的欢愉。但对于宙斯与赫拉之子赫淮斯托斯，命运却是一连串的磨难。天生腿部残疾，他的步履蹒跚，成为母亲眼中的羞耻。赫拉心生厌恶，将他遗弃于汪洋之中，试图让海水吞噬他的生命。命运的女神并未放弃赫淮斯托斯，她在海仙女的怜悯下得以生存，并在他们的庇护下成长。海中的岁月里，赫淮斯托斯掌握了精湛的锻造艺术，成为了无与伦比的铁匠。成就非凡技艺后，赫淮斯托斯重返奥林匹斯，心中怀着对母亲不可饶恕的怒火。他以其匠心独运，为赫拉打造了一座黄金宝座，巧妙地设置了机关，一旦赫拉坐下，便无法自由起身。赫拉一旦落座，便陷入了困境。她的呼救声震动了整个山巅，众神纷纷前来施救，却无人能解除宝座的诡计。宙斯见状，心急如焚，他明白只有赫淮斯托斯能解开这个困局。为了妻子的自由，宙斯许诺将绝世美神阿弗洛狄特嫁给赫淮斯托斯作为交换。赫淮斯托斯接受了这桩交易，他将阿弗洛狄特迎娶为妻。尽管赫淮斯托斯外表平凡，但他的善良与才华赢得了阿弗洛狄特的心。赫淮斯托斯的形象独树一帜，他不仅是众神中的杰出发明家和工匠神，更是智慧与创造力的化身。尽管命运给予他身体上的不完美，但他的心灵和双手却拥有着超凡的能力。赫淮斯托斯的锻造技艺无人能及，他的作品不仅美观大方，更充满神力。他为雅典娜打造的胸甲坚固无比，为荷尔穆斯制作的翅膀头盔和凉鞋轻巧飘逸，为阿波罗铸就的战车闪耀夺目，为俄罗斯制作的弓箭锋利无匹，为阿喀琉斯创造的盔甲和盾牌则是战场上的坚实保障。赫淮斯托斯的锻造工坊藏于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深处，那里是他创造奇迹的场所。火山的每一次喷发都是他在地下工坊中激烈工作的证明。烟雾缭绕，熔岩滚滚，都是赫淮斯托斯精湛工艺的见证。阿瑞斯，战争之神，沉溺于战场的血与火，享受着屠戮与掠夺的快感。他的残暴与暴力令人类惧怕，令众神厌恶。他常常遭到其他神明的嘲笑与捉弄，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笑柄。他与美神阿弗洛狄特私通，背叛了她的丈夫赫淮斯托斯，工匠之神。每当赫淮斯托斯离开工坊，他们就会偷偷相会。赫淮斯托斯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不轨之事，怒火中烧，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他用神奇的技艺打造了一张隐形的网，将其悬挂在自己的床上。当阿瑞斯再次与阿弗洛狄特偷情时，他们被网罩住，无法挣脱，赤身裸体，尴尬万分。赫淮斯托斯将全奥林匹斯的神明都叫来，让他们见证这对奸夫淫妇的下场。
众神纷纷嘲笑，天空中回荡着哄堂大笑。只有波塞冬出于同情，请求赫淮斯托斯放过他们，这场羞辱才结束。阿弗洛狄特与阿瑞斯的私情早已被奥林匹斯众神所知，但他却无法容忍另一位美丽善良的女神俄俄斯也与阿瑞斯有着一段纯真的恋情。阿弗洛狄特心生嫉妒，施展了邪恶的魔法，让俄俄斯对所有的年轻男子都无法抗拒。每天清晨，俄俄斯都要在天空中飞翔，为世界带来曙光，但他的眼睛却总是被那些俊美的年轻男子所吸引，他的心却总是被那些短暂的欢愉所填满。有一天，俄俄斯飞过特洛伊城时，他的目光落在了城中的一位王子身上，他就是提索奥姆斯。他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一身健美的肌肉，他的气质令俄俄斯心动不已。俄俄斯冲动地降落到地面，与提索奥姆斯相遇，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从此，每当天边露出第一缕阳光时，俄俄斯都会飞到特洛伊与他的爱人相聚。俄俄斯对提索奥姆斯的爱是他一生中最真挚的感情，他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他恐惧他会因为衰老、战乱、饥荒或疾病而离他而去。他的爱情却是一场悲剧，他不惜放弃永恒，也要与提索奥姆斯共度一生。他来到奥林匹斯山，请求宙斯赐予提索奥姆斯不死之身。一开始，俄俄斯与提索奥姆斯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们相互依恋，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但时间是无情的，提索奥姆斯的肉体开始老化，他的黑发变白，他的肌肉松弛，他的眼神暗淡。他明白，他将永远活在这个衰老的躯壳里，永远无法与俄俄斯同步。俄俄斯痛苦地看着提索奥姆斯渐渐衰败，他的心碎成片。他将他带到一个豪华的房间里，用各种方式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但岁月是无法阻挡的，提索奥姆斯的生命越来越微弱，最后只剩下一具枯骨。俄俄斯绝望地寻求众神的帮助，但没有人能救他的爱人。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提索奥姆斯变成了一只蝉。蝉是一种寿命长久的昆虫，它可以在树上唱歌，享受阳光。俄俄斯希望这样提索奥姆斯就可以永远陪在他的身边。赫尔墨斯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万能之神，他是宙斯和麦亚的儿子，天生就有着狡猾和机智的性格，喜欢捉弄和惹恼其他神明，也喜欢帮助和保护人类。他担任着行使之神的职责，手持金棒，脚穿飞行凉鞋，可以在天地间自由飞行，传递各种消息和命令，为众神处理各种事务，成为了奥林匹斯山的快递员，是奥林匹斯山上不可缺少的神奇。赫尔墨斯不仅是行使之神，还是牧羊之神、体育之神、商业之神、旅行之神、盗贼之神和旅行者之神。他擅长各种技艺和活动，无论是放牧、赛跑、交易、旅游、偷窃还是冒险，他都能游刃有余，展现出惊人的能力和魅力。赫尔墨斯也是一位多情的神奇，他与许多女性有过情感纠葛，生下了许多子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儿子潘。潘是自然与生育之神，他的身体上半部是人类，下半部是山羊，长着一对角，满脸胡须和蹄子。他的出生让他的母亲德律俄婆大吃一惊，他以为他是怪物，吓得逃之夭夭。赫尔墨斯却很喜欢潘，他将他带到奥林匹斯山，向其他神祇介绍了他。众神们对潘的外貌感到惊讶，但也被他的活泼和善良所感染。他们接纳了潘，并给了他潘这个名字，以为一切。狄俄尼索斯，葡萄酒和派对之神，更是与潘成为了挚友，常常一起欢乐和狂欢。然而，潘也继承了父亲赫尔墨斯的风流本性，与许多仙女有过恋情。他爱上了沼泽中的仙女绪林克斯，她的舞姿轻盈，她的笑容灿烂，她是潘的心头之爱。潘常常来到沼泽，向绪林克斯倾诉他的情感，希望得到他的回应。绪林克斯却惧怕潘，他不敢接受他的爱，他知道他是一位神祇，他只是一位凡人。有一天，潘又来到沼泽，想要抱住绪林克斯，绪林克斯惊慌失措，他拼命地逃跑，他想要摆脱潘的纠缠。他跑到了河边，他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他只好求助于河神，
让他将它变成一床水草，隐藏在河底。潘追到了河边，他看到了许林克斯消失的地方，他感到无比的悲痛。他跪在水边，抱着水草，痛哭流涕。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动听的旋律，那是风吹过芦苇发出的声音。潘被这旋律所感动，他觉得那是许林克斯对他的呼唤。他拔起芦苇，用蜡将它们粘在一起，制作成一套管乐器。他坐下来，吹奏起这套乐器，那动听的旋律就像是许林克斯对他的思念。该乐器因其创造者而被称为潘迪，并由潘随身携带。狄俄尼索斯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酒神和派对之神，他的诞生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他的母亲塞摩勒是一位美丽的凡人女子，她深爱着宙斯，宙斯也对她情有独钟。但塞摩勒心中有个疑问，她想知道宙斯的真实面貌，她请求宙斯以他的神奇形态显现在她面前。宙斯不忍拒绝她的愿望，但他也知道这样做会让她死去，他只好答应了她，但也提醒他要做好准备。当宙斯以他的神奇形态出现在塞摩勒面前时，他被他的光芒所灼伤，他的身体化为灰烬，只留下了怀中的婴儿。宙斯赶紧将婴儿取出，将他缝在自己的大腿里，让他在那里继续成长。几个月后，狄俄尼索斯诞生了，他是第一个半神半人的神祇。狄俄尼索斯长大后成为了希腊最受欢迎的神之一，他是愉悦的象征。他的追随者是一群热情奔放的人，他们参与大规模的饮酒、狂热的舞蹈和交欢，他们享受着生命的乐趣。狄俄尼索斯被称为解放者，他创造了一种名为葡萄酒的新饮料，它可以让人忘却痛苦，也可以让人感受快乐和欢愉。狄俄尼索斯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沉浸于狂欢，但他也是一位慷慨之神，他能够满足凡人的最深愿望。有一次，狄俄尼索斯的一位名叫希勒努斯的亲昵朋友被弗里吉亚国王麦达斯救了。为了向麦达斯表示感谢，狄俄尼索斯让麦达斯许一个愿望，他会实现它。由于对于财富和好运的执着，麦达斯请求他最深切的愿望，能够将他所触及的一切都变成黄金。狄俄尼索斯将满足麦达斯的愿望，让麦达斯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麦达斯欢欣鼓舞地回到宫殿，触碰一切。很快，地板、墙壁，甚至他的衣服都变成了黄金。麦达斯向来自整个王国的客人炫耀他的财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礼物其实是一种诅咒。他渴了，想喝一杯水，但水一碰到他的嘴唇，就变成了金子。他饿了，想吃一些食物，但食物一碰到他的手，就变成了金子。他无论拿起什么，什么都会变成金子。他无法吃喝，他无法生活。麦达斯后悔了，他诅咒着自己的贪婪，他哭泣着求救。他的女儿听到了他的哭声，他担心地跑出来，看到他满身的金子，他吓得目瞪口呆。女儿心疼父亲，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想要安慰他，但他的手一碰到他的脸，就变成了金子。他惊恐万分，他想要挣脱，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身体逐渐变成了金子，他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芒，他的手臂永远地伸向父亲，他的嘴唇永远地张开，他的声音永远地停止，他成了一个金色的雕像。麦达斯失去了女儿，他悲痛欲绝，他恳求狄俄尼索斯让他收回这个可怕的礼物。狄俄尼索斯看到了他的悲哀，也感到了同情。他告诉麦达斯，如果他想摆脱黄金之处，就必须去帕克托罗斯河中沐浴，那里的水可以洗去他的罪恶。当他接触到水面时，这项能力就转移到了河水里，河里的沙石立刻变成了黄金，而他也终于得以摆脱这项麻烦的技能。德莫特尔是奥林匹斯12主神中的农业和丰收之神，也是宙斯的姐姐。她拥有着大地的力量，她的恩惠让田野里绿意盎然，花果飘香，大地充满了活力。她的心中只有一个最珍贵的宝物，那就是她的女儿珀尔塞福涅。珀尔塞福涅是德莫特尔的掌上明珠，她的美貌无人能及，她的笑容如春日阳光。她的美丽却引来了一场灾难，那就是冥王哈迪斯的爱恋。哈迪斯是掌管冥界的神祇，他的心中只有黑暗和寂寞。他一眼看到珀尔塞福涅，就被他的光芒所吸引，他决定要将她带回地府，
做他的妻子。有一天，珀尔塞福涅来到了一片花海，他在花丛中快乐地玩耍，他的眼睛被一朵水仙花所吸引。他走过去，想要摘下这朵花，却不知道这是哈迪斯的圈套。他一碰到花朵，大地就震动起来，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他的脚下，他惊叫着掉了下去。哈迪斯从黑洞中冲出，抓住了珀尔塞福涅，将他带入了地府，成了他的囚徒。德莫特尔听到了女儿的惊叫，他急忙赶到了花海，却只看到了一片空地，他的女儿已经不见了。他心如刀割，他四处寻找女儿的下落，但没有人能告诉他。他搜遍了天上地下，9天9夜不眠不休，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来到了太阳神赫里俄斯的宫殿。赫里俄斯是唯一能看到一切的神奇，他告诉了他真相，原来是哈迪斯将女儿带走了。德莫特尔气得发狂，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洞穴里，不再理会任何事物。他的悲伤让大地也失去了色彩。没有了德莫特尔的照料，大地失去了生机，植物枯萎，庄稼欠收，人类陷入了严重的饥荒。眼看着人类就要饿死，宙斯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出手干涉。他命令哈迪斯将珀尔塞福涅归还给德莫特尔。哈迪斯虽然答应了宙斯的要求，但他并没有上马甘休。他偷偷给珀尔塞福涅吃了一颗石榴子，这里石榴子是冥界的食物，代表着冥界的舒服。他想要让珀尔塞福涅永远属于他，永远不能离开他。为了拯救人类，宙斯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规定，每年的9个月里，珀尔塞福涅将以德莫特尔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这9个月里，大地将充满生机，春夏秋3季交替，花儿绽放，果实累累。而剩下的3个月里，珀尔塞福涅将回到冥府，与哈迪斯生活在一起。这3个月里，大地将陷入寒冬，冰雪覆盖，万物凋零。这就是1年4季的由来。哈迪斯是冥界的霸主，他是宙斯和波塞冬的兄弟，也是冥界的统治者。冥界是死者的归宿，那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之地。哈迪斯虽然是冥界的主宰，但他并不是死亡的造物主。死亡的造物主是塔纳托斯，他是一位手持镰刀的死神。当一个人死去时，塔纳托斯就会来到他的身边，夺走他的灵魂。然后，新式神赫尔墨斯会将灵魂带到冥界的入口，在那里，一位叫卡戎的渡船人正静候着他们。卡戎是唯一能够带领王者渡过恐怖的斯蒂克斯河的人。斯蒂克斯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它将生者的世界与死者的国度分割开来。河水是黑暗而冰冷的，河岸上则是长满了可怕的冥府之树。只有在埋葬时，在死者的舌头下放置一枚硬币，卡戎才会为他们提供渡船服务。如果死者没有携带硬币，他们将被迫在斯蒂克斯河的岸边徘徊100年，直到他们能够凑齐足够的硬币为止。在斯蒂克斯河的对岸，有一座金刚石大门，它是冥界的入口。守卫着这座大门的是一只3头犬，它叫做科尔百洛斯。它是一只凶猛的怪物，它有着3颗狰狞的狗头、6条强壮的狗腿和1条蜿蜒的蛇尾。它的任务是守卫冥界，不让活人闯入，也不让王者逃跑。在渡过斯蒂克斯河后，灵魂们就会来到冥界的边界，在那里，他们将面对3位冥界法官，他们是米莫斯、埃阿克斯和拉达曼托斯。他们是哈迪斯的代理人，他们负责审判每个灵魂的善恶。他们会根据每个灵魂一生的行为，给予他们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他们将被送往极乐世界，那是一个美丽而和平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享受永恒的幸福，与他们所爱的人团聚。而对于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将被送往地狱，那是一个可怕而痛苦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受到永恒的折磨，遭受他们所犯的罪行的报应。在做出判决后，灵魂将被引导沿着3条道路之一前行，要么前往水仙平原，要么进入永恒的天堂之福乐土，要么沉入哈迪斯领域的最深处塔尔塔洛斯，一个灼热的火焰之地。水仙平原是一个宁静之地，为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提供居所，无论善或恶。大多数灵魂都将被送到这里。当他们的时光终于耗尽，经过1000年后，每个人都会从勒特河中喝水，其水能抹去他们的记忆。重生后，每个灵魂都会忘记之前的生活，
再次投胎回到地球，开始永恒的轮回。然而，第二条道路将通往至福乐土，这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天堂，那里寄居着英雄、半神和特别善良的凡人灵魂。被送到这里的人深受众生喜爱，可以体验到生活的所有乐趣。派对、盛宴和狩猎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每个灵魂都有选择返回地球的权利，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留下，不再忍受生活的艰辛。在至福乐土，横亘其间的却是幸福之岛，专为最伟大的英雄所保留。克洛伊的海伦、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长期居住在那里。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道路将通往塔尔塔洛斯，地狱最深处，专为最严重的罪犯和得罪众神的人保留。克罗诺斯和其他泰坦将永远居住在这里，注视着新的灵魂进入被诅咒的领域。这就是哈迪斯唯一的参与之处，他本人根据每个灵魂的先前罪行设计并监督其惩罚。对于达纳伊德斯，这是50位姐妹，她们每个人都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哈迪斯强迫她们用水盆清洗罪行，但由于水桶总是漏水，他永远无法填满它。伊克西翁，第一个杀害家庭成员并对宙斯的妻子产生淫欲的人，被绑在一个不得旋转的火轮上，直到永远。相反，坦塔罗斯，一个杀死儿子并藐视宙斯的男人，被诅咒为永恒的饥渴。他会站在水潭中，头顶悬挂着果树的树枝。然而，当他试图解渴时，水会退去；当他试图吃东西时，树枝会升高，永远让他处于痛苦之中。在所有的惩罚中，最著名的是西西弗斯的。由于多次欺骗死神，西西弗斯为欺骗众神付出最重的代价。每天，他都要把一个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坡，只有在接近山顶时，巨石才会从他手中滑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直到永恒。哈迪斯是冥界的霸主，他掌管着死者的灵魂，他拥有无上的权力。然而，冥界广袤无边，他一人难以管理所有事物，因此，他需要得到复仇3女神的协助来执行他的审判。他们就是厄里尼厄斯，他们是哈迪斯的忠实仆从，他们是冥界的惩罚者。厄里尼厄斯不仅在冥界执行着复仇，在人间他们也经常出没。他们专门追捕那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尤其是那些谋杀家人的人。在希腊社会中，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被认为是对神圣窒息的亵渎。因此，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如果犯下了这一罪行，都无法逃脱哈迪斯和厄里尼厄斯的愤怒。例如，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名叫伊菲格尼亚的少年，她是阿伽门农的女儿，她的美貌令人赞叹。但她的父亲为了取悦女神阿尔特弥斯，将她献祭给女神，换取了顺风。伊菲格尼亚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对此怀愤在心，她在阿伽门农归国后，与情人埃吉斯托斯合谋，将阿伽门农杀害。厄里尼厄斯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们追捕了克里泰涅斯特拉和埃吉斯托斯，将他们拖入了冥界，让他们永世为奴。哈迪斯和厄里尼厄斯是冥界秩序的守护者，他们共同维护着冥界法则。哈迪斯代表着冥界的权威，他决定着死者的命运，他惩恶扬善，他维持着冥界的平衡。而厄里尼厄斯代表着冥界的惩罚，他们执行着哈迪斯的命令，他们追捕着罪人，他们制裁着邪恶，他们维护着冥界的正义。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冥界的秩序。穿越冥界还会经过哀悼之地，这是那些一生追求爱却被拒绝的人的安息之地。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将使他们被流放到这片黑暗而令人恐惧的森林，他们将永远哀悼他们从未拥有的爱。在冥界的圆角有一个梦之地，只有奥林匹斯的众神才能进入。统治这个岛屿的是梦之神摩尔甫斯。每天晚上当所有人都入睡时，他与他的2个兄弟一起掌控着不仅是凡人还有众神的梦境，给予他们愉快的未来愿景，或者用最糟糕的噩梦困扰他们。摩尔甫斯在无意识的思想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用他的名字命名了吗啡这种药物。这是一种以让使用者入睡而闻名的止痛药。然而，真正的权力中心并不在梦境之地，因为冥界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强大的哈迪斯。他住在地底深处的一座宏伟宫殿里，藏匿在一座被火焰吞噬的岛屿上。
那些未经邀请搜寻他的家的人，将在死者的黑暗而曲折的大厅中迷失方向。然而，虽然冥界充满了惩罚，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并不是残酷的统治者，他们会怜悯那些在他们王国中找到方向的凡人。俄尔甫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爱上了美丽的欧律狄克，但在他们的婚礼上，欧律狄克被蛇咬死，俄尔甫斯独自一人陷入绝望，悲伤而渴望再次见到妻子。他决定前往冥界将她找回。抵达冥界的斯蒂克斯河时，他拿出七弦琴为船夫卡戎演奏了一首美妙的歌曲。卡戎被感动的免费将俄尔甫斯渡过河。抵达彼岸后，他遇到了科尔百洛斯，用如此悠扬的曲调使这头三头狗陷入沉睡。最终，他到达了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宫殿，为他们演奏了一曲关于失去的爱人欧律狄克的歌。哈迪斯眼中含泪，对俄尔甫斯表示同情，并同意释放他的灵魂，但条件是俄尔甫斯在离开冥界之前不得看他一眼。俄尔甫斯欣喜若狂，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开始领着他的新娘穿过黑暗而曲折的死者之地。但当他接近地表，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时，他被过度的兴奋所压倒，转身看向了妻子。但俄尔甫斯尚未完成这段旅程，因此当他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欧律狄克被拖回到死者的领域，永不返回。这给予所有希腊人一堂关于耐心和克制美德的教训，因为如果俄尔甫斯距离目标如此之近时能够抵制诱惑，那么他将和他的爱人欧律狄克将再次相守。随着众神在世界和死者的领域确立了控制，英勇时代很快就要开始了。来自各地的勇士踏上了将成为传奇的伟大冒险。英雄时代的第一位英雄是卡德莫斯。卡德莫斯是腓尼基的王子，由于他的妹妹欧罗巴公主被变成白牛的宙斯给绑走了，国王阿格诺就让他外出寻找。奈何他一介凡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大陆上瞎逛了几个月之后，最后他只得前往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岂料妹妹没找到，倒是知晓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事情。神谕告诉卡德莫斯，他的妹妹很安全，不用太过于纠结，而他自己则需要跟随一头神圣的母牛，直到在他疲惫停下休息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遵循神谕的指示，卡德莫斯在附近找到了那头母牛，于是便追随他进入维奥蒂亚地区，最终这头母牛在这里躺下休息起来。随后，卡德莫斯和追随自己的同伴们在此地建立了卫城 Cadmus。 为了使城市更加神圣，并得到众神的祝福，卡德莫斯打算将这头神圣的母牛献祭给雅典娜。不过，这个仪式需要附近的伊斯梅尼亚泉水。没成想，泉水里有一条水龙，前去取水的伙伴是一去不复返。伴随着惨叫声，卡德莫斯迅速来到水边，只见那龙一口就将他的一个伙伴吞了下去。卡德莫斯瞬间暴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操起背后的长矛，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瞬间透体而出。这条水龙在尖叫声中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而，这条龙既是战胜阿瑞斯的使者，而平息阿瑞斯怒火的代价就是卡德莫斯不得不为奴为婢8年之久。当然不是说阿瑞斯平易近人啥的，而是因为她与阿弗洛狄特偷情，被她老公将神赫淮斯托斯给发现了，正为此事犯愁呢，哪有空理卡德莫斯？如若不然，以阿瑞斯暴虐的性格，卡德莫斯有10条命都不够平息的。虽然阿瑞斯在神界不讨喜，不过在凡界却有一大帮拥趸，导致只要是个地球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作为一个王子，卡德莫斯很聪明，他并没有因为作为奴隶的身份而失去理智，而是认认真真地服侍了阿瑞斯8年。当然，他也不敢发脾气，不是。阿瑞斯看卡德莫斯这小伙子如此懂得人情世故，而且能力还不弱，于是在卡德莫斯结束奴隶生涯后，就将女儿哈莫尼亚许配给了他。而哈莫尼亚正是阿瑞斯和阿弗洛狄特的私生女，说起来这就是缘分。虽然卡德莫斯有点猛，但也欣然接受啊，反正他是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卡德莫斯和哈莫尼亚在底比斯举办一场盛大婚礼，两人喜结良缘，奥林匹斯众神纷纷前来祝贺。不过除了一个例外，大家猜的没错，那就是赫淮斯托斯了。在得知哈莫尼亚是妻子的私生子之后，于是赫淮斯托斯便送了一份带有诅咒的结婚礼物，
一条美丽的项链，它会给拥有它的任何家庭带来不幸。而卡德莫斯和哈莫尼亚两人并不知情，他们成了底比斯城的国王和王后，期间育有4个女儿和1个儿子。然而，此时哈莫尼亚项链的诅咒像幽灵般悄然而至。卡德莫斯的小女儿塞莫勒是第一个遭受诅咒侵害的人，她与宙斯度过了一夜，怀上了神奇狄俄尼索斯。很快，诅咒项链带来了厄运。塞莫勒在看到宙斯的真实形态后，便被神光烧成了灰烬。她的姐姐伊莫也紧随其后。她的丈夫阿塔马斯疯了，杀死了他们的子女。伊莫为了躲避他跳崖而亡。当然嘛，起因是神母赫拉的嫉妒，就是她让阿塔马斯陷入的疯狂。卡德莫斯的3女儿阿加维有一个名叫潘修斯的儿子，最后他成为了底比斯的第2任国王。不过，潘修斯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让臣民禁止崇拜他的堂弟狄俄尼索斯。为了报复，狄俄尼索斯让底比斯的所有妇女陷入狂热。最后，潘修斯被这些疯狂的女人分了尸，他的母亲阿加维在狄俄尼索斯的咒语下，甚至扯下了他的头颅。最后，妖女奥托诺伊的儿子阿克泰翁意外地看到女神阿尔特弥斯在森林中沐浴后，被变成了一只鹿，最终惨死在自己的猎犬口中。然而，卡德莫斯家族对此并没有产生怀疑，认为这就是他们家族的命运。哈莫尼亚的项链代代相传，卡德莫斯家族的诅咒会一直持续下去，每一代新的后裔都会遭受不幸。然而，项链的诅咒尤其对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底比斯的第7任国王俄狄浦斯。他的悲剧故事简直是闻着伤心，听着落泪。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第6任国王莱勒斯和伊尔塔斯特王后的儿子。俄狄浦斯的一生几乎充满困境。他的父亲莱勒斯曾咨询过德尔斐神谕，询问他们家族的未来，但得到的预言并不令他满意，因为预言说他将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于是，当莱勒斯的第1个儿子出生时，他绑住婴儿的双脚，想将他吊死在一棵树枝上。不过，这个婴儿被路过的一个牧羊人给救下，并带回家里抚养。由于婴儿的脚踝受损，牧羊人给他取名为俄狄浦斯，意为肿胀的脚。牧羊人得知善良的柯林斯国王和王后一直没有子嗣，于是便把俄狄浦斯交给了这对夫妇。俄狄浦斯在柯林斯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当他长大时，却对自己的真正身世开始好奇起来。于是，他前往德尔斐的神庙，询问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然而，神谕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亲生父母是谁，只是警告他远离故土，否则他注定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还会娶自己的母亲为妻。俄狄浦斯当时救下的亡魂皆冒，随即便离开了柯林斯。他不知道神谕是不是指的自己的养父母，保险起见，只有远离柯林斯。不过，在阴差阳错之下，俄狄浦斯却前往了自己真正的故乡底比斯。在通往底比斯的路上，一辆大型战车在一个狭窄的岔路口挡住了他的去路。然而驾车的老人是一个暴躁的人，飞驰而过，撞倒了俄狄浦斯，还用棍子打他的头。愤怒之下，俄狄浦斯追上那辆战车，将车上的所有人都杀死了。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躺在他脚下那位死去的老人，竟然就是他真正的父亲莱俄斯国王。一路无事，俄狄浦斯抵达了底比斯的城门，却发现门口堵着一只怪物，那是人面狮身兽斯芬克斯。因其国王莱俄斯犯下的罪行，是赫拉派遣来惩罚这座城市的。而之前莱俄斯正为了躲避这头怪物，才驾驶战车离开的。斯芬克斯有女人的头颅、狮子的身体，还有鸟的翅膀。任何想要进入或离开城市的人，必须回答他提出的一个谜题：什么动物早晨有4条腿，中午有2条腿，傍晚有3条腿？如果回答错了，就会被斯芬克斯杀死并吃掉。城里的贵族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上蹿下跳。由于莱俄斯国王已经出逃，于是有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够击败这头怪物，便能得到底比斯的王位。虽然奖励很诱人，但斯芬克斯岂是普通凡人能够对抗的？失败的人纷纷进了他的肚里。早已疲惫不堪的俄狄浦斯非常想进城休息，在得知谜题后，他思索了很久，便胸有成竹地走进斯芬克斯身前，给出了他的答案：人在婴儿阶段不能走，只能爬，此乃早晨；之后便能用双腿走路，此乃中午；到来晚年，步履艰难，遂杵着一根拐杖帮忙行走，
死乃傍晚。然而，斯芬克斯因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认为没有人类能够回答出来，便从一块高石上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俄狄浦斯被底比斯城的人民称为英雄，并加冕他为国王，并迎娶了底比斯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特作为妻。俄狄浦斯并不知道，他刚刚娶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他们还拥有了几个孩子。后来，底比斯在俄狄浦斯的统治下，不断受到战乱和瘟疫的困扰。俄狄浦斯便又派人去请示德尔斐神谕，在盲人先知特伊西亚斯的指示下，俄狄浦斯从救下他的牧羊人那里得知了真相。原来底比斯的战乱和瘟疫只是因他弑父娶母的惩罚。当伊俄卡斯特王后得知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俄狄浦斯被巨大的悲痛所淹没，他拿下母亲身上的精致胸针，用锐利的针尖刺瞎了自己来惩罚自己。后来人们便把斯芬克斯的谜语隐喻俄狄浦斯，因他最初是可敬的人，2条腿，后来他是父娶母，变为兽，4条腿，在刺瞎自己的双眼后靠手杖走路，3条腿。而底比斯的人们也不再崇拜俄狄浦斯，最终将他流放，只有他的女儿安提戈涅选择陪在他身边。贫穷而盲目，他的余生在漂泊乞讨中度过，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因为他的罪行而辱骂他，唯一的慰藉就是女儿安提戈涅一直在身边。俄狄浦斯在临死之前突然意识到，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命运，即使知道自己的未来。俄狄浦斯的故事一直在岁月中回响，激发了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节。虽然这并不是俄狄浦斯真正的想法。在伟大的卡德莫斯英雄家族没落之后，一系列新的英雄很快在世界各地涌现。在雅典和斯巴达这2座伟大的城市之间，还有一个王国阿尔戈斯，由亚克里西乌斯统治。而亚克里西乌斯也在德尔斐神庙知晓了关于自己的一个可怕预言，他即将出生的孙子注定要杀死他。从此之后，亚克里西乌斯就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看守得紧紧的。不过世事难料，不久之后，宙斯被达纳厄的美丽所吸引，便化作一阵金雨，悄悄来到他的房间。随着金光洒在他身上，达纳厄怀孕了，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珀尔修斯。亚克里西乌斯看着事件正在向预言靠拢，但对女儿和孙子又下不了杀手，只能狠心将他们放逐出王国，让人将达纳厄和珀尔修斯锁在一只箱子里，再将箱子丢在河里，让他们漂流到大海中去。这对母子在海上漂流了几天几夜后，竟来到了塞里福斯岛，被渔夫狄克特斯发现。狄克特斯便将珀尔修斯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珀尔修斯就在这个岛上渐渐长大成人。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渔夫的兄弟塞里福斯岛的国王波吕德克特斯也被达纳厄的美丽所迷住，渴望娶她为妻。不过，珀尔修斯对母亲那是寸步不离，让波吕德克特斯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很快，就有人给波吕德克特斯提出了摆脱珀尔修斯的方法。波吕德克特斯听后，立马两眼放光，只夸那人足智多谋。于是，波吕德克特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整个岛上的客人。当然，国王的宴会总不能空手去白条吧。珀尔修斯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作为神王宙斯的后代，自然对平凡事物不屑一顾，吹嘘自己能给国王一份更大的礼物，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波吕德克特斯的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鱼儿这么懂事，他甚是欣慰，笑呵呵地夸奖珀尔修斯英雄不凡，气宇轩昂。珀尔修斯提到的礼物就是美杜莎的头颅，虽说仗着传承了一点宙斯的速度和力量，但美杜莎的凶名他早有耳闻，只是为了吹下油就把自己给坑了。珀尔修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面对美杜莎，一起的还有几个想一睹美杜莎芳容的牛犊，反正是不怕死的那种。其实美杜莎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生物，她是海神福尔库斯和克托的女儿，和她的2个姐妹以无与伦比的美貌而闻名。美杜莎是3姐妹中唯一的凡人，同时也是最美丽的一个，任何看到她的男人都会立即爱上她。尽管如此，美杜莎却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发誓永远独身，以便能够担任雅典娜的女祭司。然而，有一天，美杜莎在海边漫步时，海神波塞冬被她的美貌所吸引，跟随美杜莎来到雅典娜的神庙，并强行侵犯了她。
雅典娜本身就是一名洁净女神，一直保持着完璧之身，对叔叔波塞冬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她又打不过波塞冬，只好把怒火撒在了美杜莎的身上。理由是认为美杜莎允许自己被玷污，违背了她的独身誓言。操控着神力，雅典娜诅咒了美杜莎，将美杜莎曾经姣好的面容扭曲成了可怕的模样。曾经长而飘逸的头发，现在变成了一团不停蠕动的蛇。曾经的迷人眼神，现在将一切凝视她的事物化为石头。前来为美杜莎辩护的两姐妹也被牵连，三姐妹因此成为了可怕的蛇发女妖。她们被强制流放到萨尔佩顿岛，流浪的三姐妹在荒凉的北非安了家。三人本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困扰现在才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士将他们作为猎物来标榜自己的英勇。一开始他们只是打伤前来讨伐的猎人，他们这一善意的举动并未给自己带来和平，而是加剧了人类想要击败三姐妹的决心。反正失败了又不会死，要是赢了呢，就能得到无与伦比的荣耀。这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孤独的延续，三姐妹对外界的仇恨日益加深，她们开始杀死任何想要靠近的人。珀尔修斯在半路上凄凄爱爱，磨叽了许久，一直在想如何处理此事，最后只能祈求众神保佑他。不过他的烦恼随着雅典娜和赫尔墨斯的到来变成了欣喜若狂。没错，这两神正是宙斯派来的，他是生怕这个私生子夭折了。赫尔墨斯送给他一把锋利无比的剑，这把剑名为竖琴剑，正是当初盖亚为克罗诺斯打造的那把剑。说是剑，其实它是一把镰刀。而雅典娜则赐予他一面精美的盾牌，如镜般光亮，可以反射美杜莎的视线。显然，这是专门为美杜莎而打造的武器。即便如此，珀尔修斯还是感觉不太保险，便跑到女园，以寻求那些守护森林仙女们的帮助。他们送给珀尔修斯一双有翅膀的凉鞋，哈迪斯的黑暗头盔和一个可以安全容纳美杜莎头颅的魔法袋。根据仙女们的指引，珀尔修斯利用带翅膀的凉鞋飞向北非，美杜莎三姐妹的栖息地。然而，珀尔修斯并没有着急行动，而是在老远等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万一阴沟里翻车呢？又是过了2-3天，才看到几个同伴的身影。珀尔修斯大喜过望，他并没有心急，而是建议大家整顿好状态再行动。过了1天，一伙人面带坚毅的神情潜入了三姐妹的洞穴之中，而此时三姐妹正在沉睡，这也是她们打发时间的唯一利器。一个同伴见美杜莎一点察觉都没，便想先手杀掉美杜莎，拿到荣耀。不过当他一剑挥下的时候，整个人瞬间变成了石头，而美杜莎正睁着双眼来回扫视。其余人见状，吓得亡魂皆冒，立即藏了起来。珀尔修斯暗道好险，幸亏没有单独行动。美杜莎并没有为这些人类打扰到她的睡眠而恼怒，因为在无尽的岁月中，三姐妹除了睡觉，另一个乐趣就是这些前来讨伐他们的人类。在过往中，他们的花样一直在变。一开始他们会爽快直接地解决掉这些人类，不过他们发现这越来越没意思后，便开始慢慢折磨前来的猎人，让这些人类品尝被恐惧支配的味道。久而久之，三姐妹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她们也是越来越期待战士们能够快快地来陪他们玩这款死亡游戏。美杜莎在洞内漫不经心地游荡着，时而跳出恐吓藏在一旁的人类战士。在恐惧之中，这些战士连武器都拿不稳，更别提自己还拥有不死之身。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波人竟有个专门针对他的半人类。当他发现珀尔修斯的时候，美杜莎感受着这个全副武装的人类，心想或许这个人类能让他有点激情。当他想要恐吓藏在阴影处的珀尔修斯时，只见珀尔修斯瞬间将盾牌举起，挡住自己的视线，而美杜莎的石化视线竟被盾牌反射了回来，将他整个身体都石化了。珀尔修斯拔出赫尔墨斯给他的竖琴剑，斩下了美杜莎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将头颅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魔法袋中。突然，一匹飞马和一个巨人竟然从美杜莎的尸体中冒了出来，还有从沉睡中苏醒的2个姐姐斯泰诺和欧里亚，他们一起冲向了珀尔修斯。珀尔修斯心里大叫了一声卧槽，立马戴上哈迪斯的头盔，引入黑暗中，再穿上赫尔墨斯的飞鞋，逃之夭夭。
在回家的路上，珀尔修斯竟在海边发现一个女人被锁在礁石上。询问之下，珀尔修斯才知晓这位女子名叫安德洛莫达，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公主。而此时她被当成祭品供奉给神灵，希望她的牺牲能拯救王国，摆脱可怕的海怪克托。而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安德洛莫达的母后塔西俄波亚到处炫耀女儿的美貌，表示比那些海仙女漂亮多了，从而触怒了波塞冬之妻安菲特里忒，所以就有了之后的剧情。珀尔修斯也被安德洛莫达的美貌所吸引，向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和王后提出愿意为了安德洛莫达出手杀死那个怪物。他们松了一口气，迅速接受了他的提议。而珀尔修斯此时拥有众多神器，浑然不惧，利用飞鞋灵巧躲避了克托的攻击手段，利用锋利的竖琴剑在克托身上留下了许多的伤口。克托作为一只海兽，看着在空中到处乱窜的珀尔修斯，只能愤怒地咆哮：那个人类真像泥鳅一样滑溜。而珀尔修斯在克托分神之际，拿出了装在魔法袋里美杜莎的头，将对方石化掉。还没等珀尔修斯坐下来休息的功夫，安德洛莫达的叔叔菲纽斯带兵前来，想来捡个趴活。对于安德洛莫达之前拒绝他的求婚还怀恨在心，小人要做就要做到底。面对菲纽斯的人多势众，珀尔修斯又刚经历一番大战，显然有些回天乏术，只好祭出老朋友美杜莎的头，将对面全部变成了石像。珀尔修斯感叹，这头是真好用，还想看看美杜莎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正当珀尔修斯准备查看美杜莎的眼睛时，突然一个机灵让珀尔修斯冷静了下来，吓得他急忙把它装在袋子里，把安德洛莫达送回海岸。王后信守承诺，给予珀尔修斯祝福，两人很快就结了婚。而此时达纳厄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自从儿子珀尔修斯离开后，在拒绝波吕德克特斯国王的示好后，对方就开始动用武力来让他屈服。达纳厄只能不停地东躲西藏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害怕有一群士兵会突然闯进自己躲藏的地方。波吕德克特斯国王显然没料到珀尔修斯这小子命这么大，当他得知珀尔修斯安然返回的时候，都快吓尿了，立马派重兵把守自己的皇宫。奈何这些人类士兵一个个的都被愤怒的珀尔修斯变成了石头标本。最后波吕德克特斯还想拿起长矛反抗一下的，不过依旧是徒劳，同样变成了石头。母子终于团聚，达纳厄拥抱着他的儿子珀尔修斯，才安心了下来。他再也不必生活在恐惧中了。随后，珀尔修斯、安德洛莫达和达纳厄决定离开这个岛屿，返回珀尔修斯的出生地阿尔戈斯。在离开之前，珀尔修斯虽然心有不舍，但还是归还了神灵的武器，并向雅典娜献上了美杜莎的头颅。雅典娜将其融入在了自己的盾牌上，作为对她前女祭司的最后惩罚，她将成为雅典娜统治和力量的象征。回到阿尔戈斯，珀尔修斯击败美杜莎的英勇事迹早已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城的居民都鼓励他参加一场当地的体育比赛，他可以在比赛中与希腊最强壮的男子竞争。不过在投掷铁饼项目中，珀尔修斯忘记隐藏自己的力量，铁饼呼啸着飞向了观众席，在尖叫声中砸中了国王亚克里西乌斯，也就是他的外公。至于珀尔修斯是故意还是无心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啊。亚克里西乌斯终究还是没能逃脱预言，这也再次说明没人能够逃脱自己的命运。同样，珀尔修斯这样的弑亲行为遭到了社会的谴责，遭受了跟俄狄浦斯相同的命运，被流放。在古希腊社会，不论是谁过失杀人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亲人之间的这种行为更严重，需要给予凶手流放、赎罪和一世净化。不过珀尔修斯并非凡人，只能将他流放。于是珀尔修斯就在阿尔戈斯以北、雅典以西的位置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王国迈锡尼。这座城市很快就成为了希腊最强大的城市，其高耸入云的城墙由无数块巨石构成，在独眼巨人们无与伦比的精湛工艺下，它变得坚不可摧。珀尔修斯和安德罗莫在这里孕育了许多孩子，他们家族的统治会延续数代，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英雄海克力舍，我们就用他的常用名赫拉克勒斯吧。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克莫涅的后代。他著名的12项挑战响彻了大江南北。尽管赫拉克勒斯享有巨大的名望和荣耀，
但它的起源却是希腊神话中最悲剧和悲伤的故事之一。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的王座上，俯瞰着世界，看到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科莫涅时，便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宙斯降临到人间，与阿尔科莫涅交欢，他很快怀上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赫拉克勒斯，后来在罗马被称为赫丘勒。宙斯原本的计划是让他成为下一位伟大的希腊国王，但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赫拉，众神之后，一直在看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在过去，对于宙斯的许多私生子，他都默默坐视不理，但这一次，他终于受够了。当宙斯要把国王的地位传给珀尔修斯的下一代赫拉克勒斯时，赫拉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当赫拉克勒斯即将出生时，赫拉使用魔法延迟了分娩时间，同时加快了珀尔修斯另一个后代欧律斯透斯的分娩。于是，欧律斯透斯变成了老大，正统的继承者。虽然宙斯对于儿子赫拉克勒斯失去的王位无能为力，但他同时也恶心了赫拉一把。在赫拉克勒斯出生后，宙斯将他带到奥林匹斯山上赫拉的卧室，趁赫拉熟睡之际，宙斯把婴儿放在赫拉的胸前，让赫拉克勒斯能够吸食女神的乳汁，窃取了她的一些神圣力量。赫拉醒来吓了一大跳，连忙把婴儿从胸前扔了出去，她的乳汁飞溅在天空，最终凝结在太空中，形成我们熟知的银河。宙斯自言自语地笑了笑，把赫拉克勒斯带回了地球，放在他母亲旁边的婴儿床上。奥林匹斯山上，赫拉勃然大怒，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耻辱。为此，他发誓要亲手杀死赫拉克勒斯。于是，他把2条毒蛇送到赫拉克勒斯的婴儿床里。然而，让赫拉更愤怒的是，这2条蛇在拥有赫拉一部分神力的赫拉克勒斯面前，简直就是2条蚯蚓玩具。赫拉怒视着这一幕，发誓彻底要跟赫拉克勒斯刚上了。在成长过程中，赫拉克勒斯接受了希腊一些最著名的导师的教育，涉及面极广，从射箭到音乐的各个方面。不过，赫拉克勒斯从小脾气就十分暴躁，这与他的超凡力量融为一体，让他对朋友和敌人都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赫拉克勒斯的音乐老师利诺斯在教这位年轻英雄弹奏一种叫做竖琴的乐器时，就有过惨痛的经历。赫拉克勒斯其实对音乐非常的不感冒，演奏这个乐器让他极度发狂，而旁边还有老师利诺斯唧唧歪歪不停的唠叨声，让赫拉克勒斯头都快炸了。直到在一次利诺斯尤为严厉的批评啰嗦后，赫拉克勒斯忍不住用手里的里拉琴猛击利诺斯的后脑勺，将他打死，世界终于才清静了下来。而赫拉克勒斯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被他在人间的父亲安菲特利翁派去山上放牧。不过在那儿，他遇到了2位女神，享乐女神和美德女神。他们让赫拉克勒斯在享乐而简单和艰辛但光荣的2条生活之路之间选择一条时，他选择了后者。但他的脾气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他制造了相当多的问题。长大后，赫拉克勒斯娶了底比斯公主麦加拉为妻，他们共同育有3个孩子。然而，赫拉克勒斯的好运让赫拉更加意难平，他不想看到赫拉克勒斯这么幸福和快乐，他要给他制造苦难和悲伤。赫拉克勒斯完全不知道赫拉的阴谋。有一天回到家时，发现自己的房门被撬开，他跑进去，发现家人无影无踪。当他向他们呼喊时，几只丑陋的怪物从房子后面出现，开始朝他爬过来。而此时，赫拉克勒斯发现自己充满一种不自然的愤怒。赫拉克勒斯向怪物发起攻击，他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其他怪物开始因害怕而逃跑，但赫拉克勒斯现在处于盲目的愤怒中，不会让任何一个逃脱，追逐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用双手杀死。直到这时，赫拉才解除了他的魔法，解除了赫拉克勒斯眼中的幻想。赫拉克勒斯目睹着怪物恢复到他们原来的形态，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的家人正躺在他面前的血泊之中，赫拉克勒斯疯狂地摇晃着他们的身体，试图把他们唤醒，眼泪涌出他的眼睛。但为时已晚，赫拉的魔法已经发挥了作用，赫拉克勒斯将永远活在谋杀妻子和孩子的罪恶感中。当赫拉克勒斯看着沾满至亲鲜血的手时，意识到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在古希腊，谋杀家人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同样，如果赫拉克勒斯不为自己的罪行赎罪，那么复仇女神将追捕他并折磨他直至永远。
他唯一认识的能给他指引的人便是著名的德尔斐神谕。于是他放逐自己离开底比斯，开始了寻找救赎之路。德尔斐神谕是阿波罗在地球的代言人，能够传达神的预言和指引。至此，赫拉还不解气，一直把视线放在赫拉克勒斯身上，还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德尔斐神谕的内容。当赫拉克勒斯询问如何赎罪时，神谕回答说，他必须为迈锡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效劳10年，也就是他的哥哥。反正这个辈分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赫拉克勒斯向神谕鞠躬，站起身，开始了前往迈锡尼的漫长旅程。欧律斯透斯早就听说赫拉克勒斯了，对他深感嫉妒。这两人是堂兄弟，因为他们都是珀尔修斯的后裔。然而，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赫拉克勒斯强壮而英勇，而欧律斯透斯懦弱而胆怯，通常派遣他人为自己打仗。赫拉克勒斯抵达时，向表哥欧律斯透斯鞠躬，而欧律斯透斯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国王随即接受赫拉克勒斯的服务，并指示他在10年内完成10项挑战任务，只有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能获得对罪行的宽恕。然而，有一个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这些任务必须在没有任何帮助或报酬的情况下完成才算数。赫拉克勒斯羞愧地低下头，询问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欧律斯透斯告诉他，王国东北部的一个名叫涅摩亚村庄一直受到一头凶猛狮子的恐吓。这头狮子对于人类来说太强大了，它的金色皮毛让人类武器变得毫无作用，它的爪子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剑都更为锋利。这头狮子已经杀死了所有前去的人，现在任务落在了赫拉克勒斯身上。意识到没有剑或矛能穿透狮子的皮毛，赫拉克勒斯就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力量训练，让他熟悉运用自己的神力。赫拉的神力渐渐地在他体内激活，此时赫拉克勒斯连树木都能连根拔起，轻而易举地举起巨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自信现在可以光着手面对这头野兽。抵达狮子巢穴时，赫拉克勒斯看到战士们的尸体，他们的剑和斧头散落在地上。狮子早已闻到了赫拉克勒斯的气味，突然从转角冲出来偷袭。就在他扑过来的时候，赫拉克勒斯敏捷的侧身一闪，用双臂抓住了他的颈部。就这样，两者决裂了几个小时。狮子无论如何挣扎咆哮，始终都挣不脱赫拉克勒斯的束缚，前爪、牙齿也够不着，只能在空气中留下挥舞和咬合声。感受到狮子的气势开始松懈，赫拉克勒斯知道这头野兽的力气开始下滑了，于是迅速而精准地抓住了狮子的喉咙，然后全力一握，直到听到一声脆响，狮子的力量迅速流失，无力地瘫软下来。死去的野兽倒在地上，他的第一项挑战完成了。意识到狮子的皮毛或许会有助于他接下来的任务，他拔出了其中一根锋利的爪子，用它剥下了狮子的皮毛，然后他将兽皮披在肩上，像一件披风一样，将狮子的头部当作头盔。当赫拉克勒斯离开巢穴时，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橡树，便将其从地面上拔起，并剥去树枝，将其制成了一根大棍。这将成为他的新武器，而狮子皮则成为他的新盔甲，象征着他走向救赎的道路。当赫拉克勒斯披着涅摩亚狮子的皮回到迈锡尼时，欧律斯透斯震惊了，从未想过他的表情会活着回来，于是便发布了第二项更难的任务，杀死勒拿9头蛇。于是赫拉克勒斯前往位于阿尔戈斯市附近的勒拿湖，那里是这头水蛇的家园。被称为9头蛇的这只野兽有9个头，其中一个是不死的，它的血是人类所知最有毒的物质。然而赫拉克勒斯还觉得难度不够大，还想一起解决隐藏在湖中深处一只巨大的螃蟹。9头蛇看着这个挥动大棍冲向自己的渺小人类，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只是用一个头喷出火焰来还击。让9头蛇意外的是，这个人类居然趁自己不注意，用大棒打掉了一个头。于是被砍掉的地方又冒出了2个新头，现在有10个头了。赫拉克勒斯懵逼地看着对面多出的头，这越打越多，还完得蛋。砍掉更多的头，但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每次砍掉一个头就会长出2个新的头。不仅如此，湖底深处的螃蟹也加入了战斗，这让赫拉克勒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之前是自己自大小瞧对手吗？
赫拉克勒斯被偷袭的螃蟹压在了地上，巨大的蟹钳让他动弹不得。虽然九头蛇跟螃蟹一直在水里争论不休，但那只是属于内部矛盾，对于外来敌人，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合作的。九头蛇戏谑一笑，准备一口火喷死这个人类。正当赫拉克勒斯绝望之际，一支箭从灌木丛中射出，命中了九头蛇的侧面。赫拉克勒斯转过头，看到他的侄子伊奥劳斯正拉弓对着怪物。这个男孩一直跟随着叔叔赫拉克勒斯，希望能帮上忙。在怪物分心的时候，赫拉克勒斯伸手拿起旁边的木棍，全力一击打断了钳制住他的蟹钳，然后迅速起身，跳起来一个力劈华山。吃痛的螃蟹哪还来得及反应，当场脑浆都冒了出来。这时九头蛇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9个头齐齐攻向赫拉克勒斯，再也不敢留手了。而赫拉克勒斯有了侄子的帮助，瞬间由1打2变成了2打1了。当赫拉克勒斯砍掉一个头时，伊奥劳斯则用火箭射向九头蛇的脖子，烧灼伤口，防止更多的头长出来。这对叔侄一起努力了数小时，砍头和烧灼，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头了。两人都精疲力尽，瘫坐下来，相视一笑，尽在无言中。赫拉克勒斯随后跪在九头蛇的尸体旁，将箭头浸入毒血中。只要被这些箭头划破一点皮，就可让人命丧黄泉。尽管战胜了九头蛇，但欧律斯透斯并不认可这项任务，因为赫拉克勒斯得到了侄子伊奥劳斯的帮助，因此挑战变成了11项。当赫拉克勒斯和伊奥劳斯离开湖边时，赫拉克勒斯将这2头野兽的尸体投射到天空中，形成了长蛇座和巨蟹座。在他的第3项挑战中，赫拉克勒斯需要捉住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克利涅聘鹿，而且还需要是活的。聘鹿属于一种美丽的生物，很像一只雄鹿，具有铜质般的体子和一对金色的华丽鹿角。赫拉克勒斯随后启程前往聘鹿栖息地塞里尼亚山，但这只雌鹿极为迅捷，跑得极快。赫拉克勒斯展开追逐，整整1年，跑遍了希腊、色雷斯、伊斯特利亚，甚至到了北边害怕波尼亚人的领土。最后，聘鹿进了阿尔特弥山躲避，又从那儿跑到拉顿河畔，想要渡河。赫拉克勒斯趁猎物在水中，发出一箭，将其制住。赫拉克勒斯在回去交差的路上，碰巧遇上了聘鹿的主人阿尔特弥斯和阿波罗。阿尔特弥斯看着赫拉克勒斯背上的聘鹿，眉目顿时冷了下来，希望赫拉克勒斯能有个解释。他当然知道赫拉克勒斯是宙斯的儿子，要不然一个普通的人类此时怕是连灰都不剩了。赫拉克勒斯不得已道出了原委，还保证将聘鹿活蹦乱跳地还回来。这时阿尔特弥斯的脸色才暖了回来，笑嘻嘻地挽着阿波罗的手臂一同离开了。欧律斯透斯简直不敢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小伎俩，没想到赫拉克勒斯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于是迅速给赫拉克勒斯安排了第4项挑战，即捉拿厄律曼托斯山的野猪。赫拉克勒斯对这项任务不以为然，他对这些挑战的难度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了。凡间的困难顶多就是9头蛇那种层次，只要不是去挑战某个神奇之类的，在他看来基本都没有什么难度。赫拉克勒斯满腔热忱地出发，甚至半道决定去拜访他的一个老朋友半人马弗洛斯。半人马属于一种半人半马，以更似野兽而非人类行为而闻名于世。弗洛斯却是个例外，既友好又聪明，自赫拉克勒斯年轻时就与他交好。赫拉克勒斯到达后，弗洛斯决定举办一场晚宴，以向他的朋友表示欢迎，便邀请了一些当地的半人马，其中还包括曾经教赫拉克勒斯射箭的老师凯龙。晚宴开始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赫拉克勒斯与他的老师回忆往事，决定出去散步。来到外面，他发现旁边的架上摆着一罐葡萄酒，他决定借酒消愁，喝上几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瓶酒是所有半人马的共同财产，是4代前酒神狄俄尼索斯送给他们的礼物。当赫拉克勒斯打开盖子的时候，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在数英里之外都能闻到。随后赫拉克勒斯喝了几口，等他回去时，一大群半人马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他们的美酒竟被这个家伙偷喝了。赫拉克勒斯不以为意，不就是几口酒吗？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的？看着他那无所谓的表情，半人马们的怒气值瞬间飙升。
旁边的弗洛斯见情况有些不对，赶紧和凯伦出来打圆场，试图平息其他半人马的怒火。让人没想到的是，不劝不要紧，这一劝直接把这些炸药桶点燃了，当场爆炸，整个部落都赶了过来，是被酒香吸引来的。也不知道哪的半人马率先动的手，结果一群半人马乌泱泱地朝赫拉克勒斯涌去。为了自卫，赫拉克勒斯现在没有了美杜莎级的大杀器，只好用涂抹有九头蛇毒血的剑。哪知这九头蛇的血毒性这么猛，围攻的半人马不一会就纷纷倒地不起，口吐白沫。其他半人马见状，吓得四散而逃。不幸的是，在混乱中，赫拉克勒斯不小心射中了他的老师凯伦，凯伦痛苦地倒在地上尖叫。由于凯伦是不死之身，这个伤口并没有致命，但由于九头蛇的毒液在他的血管中流窜，他将永远在痛苦中度过。宙斯目睹了这一切，决定怜悯这位老半人马，他带走了凯伦的灵魂，将其投射到天上，成了人马座。而弗洛斯则非常好奇，为何这剑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他从地上拾起一支剑，将剑抬到脸前仔细观察，但剑却从他手指中滑落，落在了蹄子上。仅仅几秒钟，毒素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赫拉克勒斯赶走其他半人马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朋友和老师都意外死于这场莫名的冲突，他深感愧疚和懊悔。而这颗仇恨的种子深埋在了一个名叫奈瑟斯的半人马心里。来到厄律曼托斯山，赫拉克勒斯很轻松地捉住了这只野猪。这只野猪除了力气大点之外，胆子却很小，力气和速度都比不过赫拉克勒斯，过程实在有点无聊。赫拉克勒斯用链条将野猪捆绑起来，带回给欧律斯透斯。欧律斯透斯一见到这只巨兽，吓得目瞪口呆，迅速跳进旁边一个大储藏罐里，拒绝出来，除非赫拉克勒斯将野猪从房间里弄走。赫拉克勒斯看到欧律斯透斯出丑，脸上笑开了花，几乎没有掩饰。虽然他知道堂哥是故意找他麻烦，不过这时的他已经对人类这种小伎俩无所谓了，而完成挑战只是为了赎自己的罪，不论是什么任务，他只能接下。赫拉克勒斯照做了，并释放了野猪。欧律斯透斯羞愧地从罐子里爬了出来，迅速派赫拉克勒斯去完成他的第5项任务。他现在已经不想捉弄这位半神堂弟了，恨不得对面快点消失在自己眼前。第5项任务是要求赫拉克勒斯在1天之内，仅凭双手，不得借助任何帮助，清理奥吉阿斯的牛舍。这个任务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也不难，纯属是想恶心一下赫拉克勒斯。这个牛舍属于邻近的爱丽丝的国王奥吉阿斯，里面容纳了3000头不死之牛，而且已经有30年没有清理过了。牛舍里的粪便堆积如山，有些地方的污秽甚至堆积了几米高，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半神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抵达爱丽丝后，赫拉克勒斯拜访了国王奥吉阿斯，后者承诺，如果他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清理牛舍，就会奖励这位英雄1/10的不死之牛。赫拉克勒斯走向牛舍时，当场被一股可怕的气味淹没，熏得他连滚带爬的出了污染之地。整个牛舍比他想象的还要大，更加肮脏，拥有横跨一个小城的长度。捏着鼻子四处查看了一番后，赫拉克勒斯摇了摇头，这个任务不光是味道的问题，主要是这不是靠蛮力能解决的。愁眉苦脸的他想好好的洗一次澡，把身上的气味都洗掉，便在附近找到了一条河。看着流动的河水，赫拉克勒斯灵光一闪，立马就有了注意，便徒手挖出一条水渠，利用强大的河流来冲洗牛舍。然而一条河的流量显然有点乏力，于是在阿尔菲勒斯河附近找到了另一条佩涅勒斯河。赫拉克勒斯的双手像2台挖掘机般，没过多久便挖好了引水渠。顿时一股巨大的洪水涌入牛舍，瞬间冲刷掉多年的污秽，水还继续流向了周围的农田，大量的粪便成为田地肥料，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声。人们为赫拉克勒斯欢呼，可以想见他们的农田将在未来几年里蓬勃丰收。赫拉克勒斯为纪念这一时刻，创建了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该运动会每4年于爱丽丝举行一次。然而欧里斯特斯却拒绝将这项挑战计算为10项任务之一，他声称这项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赫拉克勒斯却拥有了报酬。
违反了之前的规定。赫拉克勒斯也无所谓，毕竟确实是规定在前，而不是欧里斯忒斯故意刁难他。因此，他的任务额外增加了一项，现在总数变为12项。第6项任务中，赫拉克勒斯的任务是驱赶斯汀法洛斯湖的一群食人怪鸟。这些鸟其实是阿瑞斯的生物，它们拥有铁喙，能够撕裂最坚固的盔甲。这些鸟的体积与苍鹭相当，它们的排泄物更是有毒，使周围地区无法居住。赫拉克勒斯抵达后意外地发现了一对巨大的青铜波浪鼓，它们被雅典娜放置在一棵柳树的斗木上。感谢雅典娜的帮助，赫拉克勒斯开始摇晃波浪鼓，发出的声音让那些鸟痛苦不堪。成百上千只鸟从湖面上升起，形成了一大群，直到最后一只鸟飞离湖面，它的第6项任务完成。欧律斯透斯此时也不拿帮助说事了，现在他潜意识的都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赫拉克勒斯做不到的事情了，因为在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无法难到这个堂弟。于是他很爽快地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米诺斯，称自己领地的挑战基本都没有了。至于那些人类都能完成的任务，就不用拿出来刺激赫拉克勒斯了。赫拉克勒斯来到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隆重地欢迎了这位享誉世界的英雄。他这里确实有一件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之前我们讲了，米诺斯国王为了证明自己是神选之子，因此他想要什么神就会赐给他什么。而他确实得到了来自海神波塞冬的一头美丽的白牛，即克里特公牛。不过米诺斯见这头牛实在是太漂亮了，不忍心献祭给波塞冬，就私自留了下来，换了一头普通的白牛。波塞冬知晓后大发雷霆，便让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怀爱上了这头牛，最终导致了半人半牛的生物米诺陶洛斯的诞生。不仅如此，波塞冬还用神力让米诺陶洛斯发狂，不停地到处乱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于是米诺斯便在宫殿地底建造了一座迷宫，将米诺陶洛斯留在了那里。但米诺陶洛斯依旧整天乱撞，这个地底迷宫基本被他撞成了蜂窝状。赫拉克勒斯接受了挑战，当他面对这头公牛时，米诺陶洛斯红着双眼向他冲了过来。赫拉克勒斯精准抓住他的脚，一个过肩将米诺陶洛斯摔倒在地。经过数小时的奋斗角力，精疲力尽的米诺陶洛斯最终屈服。由于这头公牛是波塞冬的孩子，他能够在水上行走，所以赫拉克勒斯骑着它穿越大海，前往迈锡尼，向欧律斯透斯炫耀他的成就。完成了任务，并且不想杀死米诺陶洛斯，赫拉克勒斯就在迈锡尼宫殿外释放了这头公牛，然后他就在希腊大陆横冲直撞，直到多年后遇上了英雄忒修斯。第8项任务要求赫拉克勒斯掏斯比瑟雷斯巨人国王狄俄莫德斯的马。这些马是可怕的生物，以喷火而闻名。狄俄莫德斯通过喂食人肉来加剧他们的攻击性。赫拉克勒斯到达色雷斯后，在他的朋友和情人阿布德鲁斯的陪同下来，到了狄俄莫德斯的宫殿，后者是赫尔墨斯的儿子。在那里，他们目睹了赫拉克勒斯要偷的喷火马，说是偷，其实是光明正大的拿。国王狄俄莫德斯之前就宣布，如果你有本事能降服这些马，那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而普通人类那是有去无回的，都成了这些聘马的餐点。那些马被铸铁的链条绑在宫墙上，供人欣赏，他们挣扎着，口吐白沫。当赫拉克勒斯进入宫殿与国王狄俄莫德斯会面时，赫拉克勒斯就感觉他的堂哥好太多了。这是一个看起来丑陋，身上散发着令人作呕气味的男子。突然，赫拉克勒斯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尖叫声，把他的思绪扯了回来。他连忙赶出去查看发生什么，只见阿布德鲁斯被这些疯狂的马撕成了碎片。怒火中烧，赫拉克勒斯冲回宫殿，杀死卫兵，抓住狄俄莫德斯的头发，将他拖到外面。赫拉克勒斯让国王尝尝自己的苦头，将狄俄莫德斯扔给了这些怪兽。狄俄莫德斯的惨叫声很快就淹没在马群之中。然而，狄俄莫德斯的肉如此恶臭，使这些马在吃到一半时，对于人肉产生了永久性的厌恶。现在这些马变得温顺了，赫拉克勒斯抓住他们的链条，把他们带回给了欧律斯透斯，他的任务完成了。第9项任务是需要赫拉克勒斯夺回亚马逊女王希波吕忒的腰带。
一条由黄金和皮革制成的腰带，能够确保在战斗中获胜。希波吕推的来头可不小，她是战神阿瑞斯的女儿，也是亚马逊女王。亚马逊是一支由女战士组成的部落，他们的战斗技能几乎媲美任何一个人类男子，经常袭击当地部落以巩固统治地位。于是赫拉克勒斯启程向东，还带上一小队战士，以防必要时与亚马逊女战士交战。然而当赫拉克勒斯抵达时，亚马逊女战士们的好客让他感到惊讶。亚马逊女王希波吕推本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听说了他著名的挑战后，花痴的希波吕推赶紧邀约赫拉克勒斯与他单独会面，亲手把腰带赠送给他，以表示他的兴趣。此时在奥林匹斯山上观看的赫拉又坐不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务进行得太顺利了，为了让这项挑战变得更加困难，于是他决定干预。他伪装成一名亚马逊女战士，混入营地，在女战士之间挑拨离间，说赫拉克勒斯其实是来奴役他们的。这些亚马逊女战士们变得愤怒起来，骑着马向赫拉克勒斯带来的同伴们冲去。赫拉克勒斯听到动静，急忙冲到外面，看到亚马逊女战士们正在屠杀他的朋友。他愤怒地转身，认为希波吕推愚弄了他，将他留在一边，以便屠杀他的朋友们。而希波吕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便被赫拉克勒斯举起他的大宝杀掉。他的腰带此时正在赫拉克勒斯的身上。赫拉克勒斯随即冲出去，打翻挡路的亚马逊女战士，还有一小撮幸存的同伴等着他保护。经过一番厮杀，赫拉克勒斯带着剩下的几个同伴逃回了麦西尼。这些同伴的死亡让赫拉克勒斯的心情很是不好。欧律斯透斯也是识趣，没有去挑战赫拉克勒斯的底线，生怕这个堂弟顺手将他打了，决定将赫拉克勒斯送到他所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厄里推亚岛，去偷取3头巨人格利翁的牛。赫拉克勒斯便往西南方向前行，沿着非洲海岸线旅行。但他很快对这个大陆强烈而灼热的天气感到不满，他一点都不习惯这种气候。在穿越利比亚沙漠的半途中，他拿出弓威胁太阳，如果太阳还这么执迷不悟地炙烤着大地，那么赫拉克勒斯就会用毒箭射他。太阳非常苦恼，以其人形形态下降，化身为太阳神赫利俄斯，请求赫拉克勒斯饶他一条小命，承诺在赫拉克勒斯旅行期间减弱光照，并主动将他的巨大金色杯提供给赫拉克勒斯。这是一个形状像百合花的容器，赫利俄斯专门用来在夜间航行，穿越海洋。最终抵达厄利推亚岛后，赫拉克勒斯见到了牛群以及其主人3头巨人格利翁。为尽快完成任务，赫拉克勒斯甚至无心与巨人战斗，而是用一支毒箭射中格利翁，数秒内将其杀死。之前是美杜莎的头，现在是9头蛇的毒血，赫拉克勒斯用的是相当的顺手。然后赫拉克勒斯将牛群赶入赫利俄斯的杯中，驶回麦西尼，将他们交给了欧律斯透斯。第11个挑战中，赫拉克勒斯需要前往夜之女神赫斯珀里德斯的花园，采摘那里的金苹果。这些苹果生长在一棵树上，食用后可以赐予人永生。这棵金苹果树是戴亚为宙斯和赫拉准备的结婚礼物，对于赫拉来说当然很重要了。不仅花园的位置神秘未知，赫拉还派遣了一条名为拉东的百头巨龙来守护结满苹果的树。当赫拉克勒斯出发寻找这个神秘花园时，他首先去拜访了泰坦普罗米修斯。他认为普罗米修斯可能知道花园的位置。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因为偷取了诸神的火赐予人类，而被铁链拴在一座山上。当赫拉克勒斯找到他时，这个惩罚循环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赫拉克勒斯对普罗米修斯产生怜悯之情，便打破了他的锁链，释放了泰坦，终于结束了他的折磨。随后普罗米修斯欣然分享了花园的位置。不过他也警告赫拉克勒斯，没有凡人能够从树上摘取金苹果。他建议赫拉克勒斯向泰坦阿特拉斯寻求帮助，因为他就在花园附近。擎天神阿特拉斯并不难找，他曾与奥林匹斯众神战斗过，但由于他被打败了，宙斯强迫他永远承受这举起天空的惩罚。来到阿特拉斯跟前，赫拉克勒斯解释了他的处境，并提出进行一笔交易。他将暂时承受住天空的负重，给阿特拉斯一个休息时间，而作为交换，
阿特拉斯为他收集金苹果。阿特拉斯连忙点头答应，他是连1秒钟都不想承受天空的重量啊，但既能够摆脱他的负重，即便只是短暂的时间，阿特拉斯接受了交易，去收集金苹果，将天空的重量转移到赫拉克勒斯的肩上。尽管他以前已经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即使是赫拉克勒斯也难以承受他现在必须承受的巨大重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肌肉开始抽筋，身体开始颤抖。他思考着这是否会是最终让他崩溃的任务。当太阳落山时，阿特拉斯终于带着满篮的金苹果回来了。赫拉克勒斯暗自松了口气，还好阿特拉斯信守承诺，没有远走他乡，感谢泰坦，准备让他重新承受天空的负重。然而此时阿特拉斯想到还要承受这无尽的折磨，身体非常的抗拒，并不想要重新接过来。他主动提出将苹果交给欧律斯透斯，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再次承受天空的负担。赫拉克勒斯的头都快裂开了，当即就想破口大骂，但此刻理智回来了，他很快冷静下来，思索着如何让阿特拉斯重新接过重担。他感谢阿特拉斯慷慨地提出送苹果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再多承受一会儿天空的重量，但请求阿特拉斯稍微接一下天空，这样他就能穿上尸皮，缓解肩膀和头部的压力，并表示他只是一个半神，这对他来说有些吃力。单纯的阿特拉斯也没多想，将苹果放在地上，重新接过了天空。赫拉克勒斯一旦解脱，便拿起了苹果，向阿特拉斯道别，迅速逃离了此地。阿特拉斯勃然大怒，咒骂赫拉克勒斯的离去，他的咆哮震动了方圆数英里的大地。随着几十年的过去，又过了几个世纪，阿特拉斯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变成了石头，他的巨大遗骸变成了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赫拉克勒斯的第12项也是最后一项挑战，是捕获科尔百洛斯，那头看守着冥界大门的地狱3头犬。赫拉克勒斯降临到冥界，来到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宫殿，向他们解释了这个挑战任务。哈迪斯知道帮助赫拉克勒斯就会激怒赫拉，而赫拉一直都看不起他，于是允许赫拉克勒斯带走科尔百洛斯，但有2个条件。首先，赫拉克勒斯捕获科尔百洛斯不能使用武器；其次，在任务完成后必须归还科尔百洛斯。显然，对于赫拉克勒斯来说，这些简直是不是条件的条件。就像之前对付涅摩亚狮子和克里特公牛一样，赫拉克勒斯与这头犬展开了搏斗，数小时之久，这头犬才精疲力尽。赫拉克勒斯拖着用链条拴住的科尔百洛斯回到了生者的领域，将科尔百洛斯交给了欧律斯透斯。这位国王再次选择躲进旁边的大罐里，现在这个大罐已经成了永久的装置，一直放在他的宝座旁边。国王从罐子顶部探出头来，虽然吓得直哆嗦，但同意释放赫拉克勒斯，原谅他过去的罪行。赫拉克勒斯充满喜悦，他终于为自己的罪行赎罪，成为自由之人。不过，在着手下一段旅程之前，他履行了诺言，将科尔百洛斯送回了幽冥之地。回来时，赫拉克勒斯花了一些时间为自己举行庆祝，享受自由生活的一切乐趣。他现在成为了一位声望卓著的英雄，所到之处无不仰慕。他继续进行了几次冒险，甚至加入了英雄伊阿宋的阿尔戈英雄队，一同去寻找黄金羊毛。赫拉克勒斯很快找到另一位爱人，美丽的德伊阿尼拉。然而，当新婚夫妇前往梯林斯城的途中时，他们遇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在对岸站着一个半人马，他走过来主动提出要被德伊阿尼拉过河。赫拉克勒斯接受了这个提议，并没有认出这个半人马就是当初在半人马冲突中的幸存者奈瑟斯。而奈瑟斯密谋着复仇计划长达10几年，现在他看到了执行计划的绝好时机。奈瑟斯一到达河对岸，就把德伊阿尼拉摔倒在地，试图对他进行侵犯。看到这一幕，赫拉克勒斯拔出弓，用毒箭射中了奈瑟斯的胸膛，让这个半人马痛苦地倒在地上。在他临死前，奈瑟斯向德伊阿尼拉道歉，并送给他一份礼物作为补偿。他声称他的血液具有魔力的爱情克星，告诉德伊阿尼拉偷偷地把它收集在一个小瓶子里，以防赫拉克勒斯爱上其他女人。当奈瑟斯死去时，德伊阿尼拉悄悄地收集其血液，将其隐藏了起来，以备有朝一日需要赢回赫拉克勒斯的心。
却不知道这才是奈瑟斯最后的复仇计划。随后，这对夫妇在提林斯快乐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并生下了几个孩子。然而，几年后，赫拉克勒斯厌倦了宁静的生活，渴望重拾年轻时的激情。为了寻找刺激，他离开了家人，前往奥查利亚王国。他的射箭导师欧律图斯正是那里的国王。一到那里，赫拉克勒斯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爱上了国王欧律图斯的女儿，一个名叫伊奥莱的女人。英俊帅气的赫拉克勒斯很快就赢得了她的芳心，赫拉克勒斯便将伊奥莱带回提林斯市，和他的儿女、妻子德伊阿尼拉一起生活。德伊阿尼拉一开始看到丈夫回来还挺高兴的，但当她看到他身边另一个女人时，就开始担心他的心是否已经变了。为了重新赢回赫拉克勒斯，德伊阿尼拉取出了他一直隐藏的半人马奈瑟斯的血液，希望他的爱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他把血涂在一件长袍上，然后把它送给了赫拉克勒斯，并请他在晚上穿着它参加晚宴。当赫拉克勒斯晚上穿上长袍时，他立刻感到事情不对劲。奈瑟斯的血开始沾在他的皮肤上，可怕的灼热感瞬间传遍他的全身。赫拉克勒斯开始痛苦的尖叫，试图撕掉长袍。此时，长袍和表皮已经连在了一起，在赫拉克勒斯的大力拉扯下，连皮带肉都撕下了不少。半人马奈瑟斯一直计划着这一切，他知道当他试图袭击德伊阿尼拉时，赫拉克勒斯会用箭射他。通过说服德伊阿尼拉收集带有9头蛇毒的血液，奈瑟斯心中已经确保赫拉克勒斯将遭受他曾经对其他半人马施加的同样的痛苦死亡方式。赫拉克勒斯的惨叫声持续数小时，他的妻子德伊阿尼拉意识到她毒害丈夫后，遂上吊身亡。在知道自己死期将至时，赫拉克勒斯疯狂地跑向庭院，撕碎树木，建造一个葬火堆。堆积完毕，赫拉克勒斯躺在上面，请求朋友将其点燃。当他的身体被火焰吞噬时，赫拉克勒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终于可以从可怕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在这时，一朵巨大的风暴云聚集在葬火堆周围，云中坐着宙斯，他注视着儿子的凡人之躯被焚毁后，便将赫拉克勒斯的灵魂带走，带他上了奥林匹斯山，将他变成了一个不朽的存在。从此，希腊人奉赫拉克勒斯为神，他的挑战成为传奇。最终，宙斯将他的儿子投射到星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他的星座五仙座。虽然一些英雄如赫拉克勒斯不得不通过努力赢得奥林匹斯山的地位，但也有一些英雄由于过于傲慢而走向悲剧。比如那位被诅咒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人西西弗斯的孙子百勒洛丰，他得到了海神波塞冬的赐予，一匹名叫珀加索斯的飞马，就是从美杜莎身体诞生的那匹，并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学会了驾驭。百勒洛丰经历了许多冒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击败了可怕的奇美拉，一种喷火的怪物，有狮子的头、山羊的身体和一条蛇的尾巴。随着百勒洛丰的名望增长，他的自负也在增加。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与众神同列，于是骑着珀加索斯飞向奥林匹斯山。然而，这激怒了宙斯。百勒洛丰不仅自认为能与奥林匹斯神奇平起平坐，而且他还利用神赐之物珀加索斯来实现他的野心。因此，当百勒洛丰接近天堂时，宙斯派出一只牛虻叮咬珀加索斯，导致这匹马将百勒洛丰从背上摔下。尽管百勒洛丰幸存了下来，不过他也不幸地落在了荆棘丛中，被荆棘刺瞎了双眼，过着余生的时光。百勒洛丰在孤独中漂泊，成为那些认为可以与神奇相提并论的人的警示。而珀加索斯完成了通往奥林匹斯的旅程，被宙斯收归旗下，自此骄傲地承载着众神的雷电，陪伴他度过漫长岁月。而此时，希腊的第一代英雄时代也渐渐落下帷幕，一段新英雄新篇章即将展开。随着卡德摩斯、珀尔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冒险告一段落，第一代英雄时代也逐渐走向尾声，而他们的故事也激发了年轻人们的梦想。一批新英雄将迅速崭露头角，准备铸就新的传奇，留下新的印记。杰森和阿尔戈英雄队寻找黄金羊毛的冒险将成为这些伟大传说之一。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们踏上了这一成为神话中最为伟大故事之一的征程。
杰森，伊奥尔克斯城的继承人，在他被流放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叔叔珀利阿斯是个残忍的暴君，用武力占领了城市，夺取了权力，将伊奥尔克斯的王座据为己有。杰森和赫拉克勒斯一样，也是在凯龙的指导下长大。他在导师的教导下度过了20年，学会了运动、雄辩术和战争等各种技能。随着杰森成年，吸收了凯龙一切的教导后，他决定踏上征途，夺回被夺走的王国。在返回伊奥尔克斯的旅途中，杰森快来到一条河边，急流使得渡河颇为困难。河边坐着一位老妇人，无法渡河。杰森主动提出背她渡河，但在渡河的过程中，湍急的河流卷走了他的一只凉鞋，他只得一只脚光着脚前行。在伊奥尔克斯，国王珀利阿斯则刚刚向神谕询问了自己的死法，神谕告诫他要小心一个穿着一只凉鞋的人。就在这时，杰森抵达了王宫，要求珀利阿斯归还王位。看到杰森只穿了一只凉鞋，并听到镇民为他的归来欢呼，珀利阿斯意识到他不能简单地把杰森杀掉，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狡猾的计划。他向杰森提出了一个挑战，让他从科尔基斯地区取回著名的金羊毛，一种被认为比世上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东西。如果杰森能够取回金羊毛，他便承诺放弃王位。面对这个挑战，杰森接受了珀利阿斯的提议，但他也意识到了旅途的巨大危险，开始召集世界上最伟大英勇的英雄们。随着杰森伟大的探险传闻传开，各地的英雄纷纷赶到伊奥尔克斯，加入他的冒险队伍。第一个到达的是赫拉克勒斯，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技能，并且刚刚完成了著名的12项挑战，此时正享誉盛名。同行的还有波瑞亚斯兄弟北风之子泽特斯和凯莱斯，他们各自拥有一对宏伟的翅膀，赋予了他们飞行的力量。紧随其后的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海文，以及被称为宙斯之子的迪奥斯库洛伊孪生兄弟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佩琉斯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的父亲，也是赫西亚所属的菲提亚王国的国王。他和他的兄长铁拉蒙、塞拉米斯岛之王都是寻求冒险的英雄。曾经，他们与赫拉克勒斯在希波吕特的任务中幸存了下来，后来又加入了远征队。还有卡里多尼亚野猪的猎手尤菲莫斯、美雷阿戈洛斯和伊达斯，他们是一群热爱冒险的勇士。在这次任务之后，计划下一次冒险是去猎杀一头凶猛的野猪。同行的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勒尔甫斯，他的歌声美妙动听，能感动人和神。他是最后一个加入远征队的英雄，他希望能用他的歌声保护和激励他的同伴。只有在与阿尔戈英雄一同冒险之后，便发生了勒尔甫斯最著名的故事——失去妻子欧律狄克。为了运送这些伟大的英雄，杰森寻求传奇船匠阿尔戈斯的帮助，并在雅典娜的帮助下打造了阿尔戈号，那是当时最迅速、最坚固的船只。雅典娜在船头安装了一块神奇的木头，通过这块木头，杰森可以获得众神的指引和建议。他们起航了，开始了他们的伟大航程。杰森和他的同伴们自称为阿尔戈英雄，以船的名字来命名。阿尔戈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迅速， Nous 则是水手的意思。他们向北航行，首先抵达了利姆莫斯岛，却惊讶地发现这个岛上只有女人。原来岛上的女人们曾经是女神阿弗洛狄特的虔诚信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女神的敬仰渐渐淡化，女神的庙宇也被遗弃了。阿弗洛狄特对这些女人发出了愤怒的诅咒，使她们身上散发出难闻的臭气。她们的丈夫不再理睬她们，而是与女奴同床共枕。这些受到丈夫冷落和背叛的女人便起了杀心，将岛上所有的男人和男孩都杀死了。他们在岛上过了多年的寂寞生活，直到一天，阿尔戈英雄来到了岛上。阿弗洛狄特见到英雄们的到来，便撤去了他的诅咒，让这些女人去款待他们的新客人。随着臭气的消散，阿弗洛狄特期待着这些女人能够怀上英雄们的孩子，从而延续岛上的人口，为女神培养新一代的信徒来崇拜她。阿弗洛狄特的计划取得了成功。1年之后，阿尔戈英雄们仍然没有打算离开这座岛屿，令赫拉克勒斯大为不满。赫拉克勒斯召集他的同伴，则被他们忘却了探险的目标，提醒他们只有取回金羊毛，他们才能成为伟大而著名的英雄。低头认错，阿尔戈英雄们回到了船上，他们很快就继续了旅程，继续沿着东方航行。
阿尔戈英雄们经过了特洛伊，抵达了基奥斯，让赫拉克勒斯有机会更换他的迫降。然而，赫拉克勒斯的同伴和伴侣海拉斯不慎走入荒野，迷失在茂密的森林深处。海拉斯很快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泉水，停下来解渴和沐浴。不料，这个泉水却是水仙女的居所。他们从未见过男人，一见到这位年轻人便爱上了他。他们紧紧抱住他的手臂，把海拉斯拉进水中，让他得到不朽，却也永远留在了那里。赫拉克勒斯不知道自己的伴侣去了哪里，进入森林寻找，但无论他怎么找，都找不到海拉斯。搜寻了数天之后，赫拉克勒斯返回海滩，却发现杰森和阿尔戈英雄已经离开了，继续了他们的旅程。他们沿路经过了色雷斯王国，接着穿越了撞击岩，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水道，从未有船能够通过。到了黑海，杰森和他的船员终于抵达了科尔基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那里有埃勒忒斯守护着世间最宝贵的物品——金羊毛。埃勒忒斯国王热情地接待了阿尔戈英雄，但他不肯交出金羊毛，因为那是可怕的科尔基斯巨龙的宝物。杰森知道自己无法战胜巨龙，幸好王后赫拉决定相助他。原来，杰森曾经背过一位老妇人过河，不料他就是赫拉化身。为了报答他的善举，赫拉让埃勒忒斯的美丽女儿美狄亚爱上了杰森。美狄亚是一位强大的女巫，她愿意帮助杰森夺得金羊毛，于是她给了他一口魔草，可以让巨龙昏睡。杰森手握魔草，成功让科尔基斯巨龙睡去，偷取到了金羊毛。他和阿尔戈英雄们赶紧带着美狄亚逃回船上。埃勒忒斯国王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金羊毛不见了，急忙召集舰队追击。没多久，埃勒忒斯的儿子阿布叙尔托斯就带领舰队赶上了阿尔戈号。美狄亚见到自己的弟弟，知道他们难以摆脱这支强大的舰队，便请求阿尔戈号停下，想把他的兄弟带上船和他谈判。阿布叙尔托斯的船追上来时，美狄亚把他拉上船，从袍子里掏出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随后，美狄亚把兄弟的尸体剥成碎块，扔进海里，让父亲为了收尸而放弃追赶。阿尔戈英雄们趁机寻找出路，他们向西驶入伊斯特洛斯河，沿河航行几周后，来到阿尔卑斯山脚。无路可走的他们只好上岸，抬着船步行翻越山峰。终于到了龙河，他们又扬起帆，驶向地中海。杰森和他的船员们扬帆前进，忽然听到一阵美妙的歌声。原来他们的船闯进了塞人的领地，那是一些用歌声诱惑水手的危险生物。就在他们险些被迷惑的时候，船上的诗人俄尔甫斯拿起他的七弦琴，奏出了动听的曲子，带过了塞人的歌声。直到他们安全驶过，俄尔甫斯才停下了琴声。船上的人都为他的救命之恩欢呼。他们继续返回，下一站来到了斯加利亚岛，那里住着好客的腓亚基人，他们热情地迎接了阿尔戈英雄们。经历了种种危险，他们在斯加利亚岛上休息了几周。杰森和美狄亚也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新婚之后，他们又扬帆启程，向希腊的家乡驶去。可是，就在他们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阿尔戈号的船员们想在克里特岛上稍作停留，他们却不知道，岛上有个青铜机械巨人塔洛斯，他每天巡逻3次，会摧毁任何靠近的船只。面对这个恐怖的敌人，阿尔戈号的船员们毫无办法，只能在海滩上四处奔逃，找不到藏身之处。美狄亚利用他的魔法，很快发现了塔洛斯的弱点，就是他脚踝上的一根大铜钉。他阻止了塔洛斯的神圣血液流失。美狄亚骗住了巨人，说她是一位女巫，能让他永生不死，只要他听他的话。他说他脚上的钉子是不朽的障碍，而塔洛斯从没跟人类说过话，所以轻信了他的话。他弯下身子，拔掉了那根钉子，血液顿时喷涌而出。塔洛斯倒地不起，再也无法威胁旅行者。阿尔戈号的船员们打败了巨人，回到了船上，不久就到了伊奥尔克斯王国。杰森带着金羊毛历经艰险，终于回到了家乡，想要夺回王位。可是杰森一回来就得知珀利阿斯杀了他的父亲，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他拿着金羊毛去见国王，要求他还他王国，但珀利阿斯不肯兑现诺言，拒绝了他的要求，让他走人。美狄亚明白国王不会轻易让位，于是他也想出了一个狡猾的计划。美狄亚邀请国王的女儿们一起看他的魔法，
他把一只老羊切成碎片，放进大锅里煮。在他的魔法下，老羊复活了，从锅里跳出来，变得年轻有力。珀利阿斯的女儿们看到自己的父亲也像老羊一样衰老，便想让他也恢复青春。美狄亚说他可以用同样的魔法帮助国王，他们听了很高兴。等到夜深人静，他们悄悄地进了珀利阿斯的房间，把他也切成碎片，扔进大锅里，盼望着美狄亚明天能让他们的父王变得年轻。美狄亚的计划成功了，他看着国王被女儿们杀死，只有冷笑。珀利阿斯死了，杰森想要继承王位，可是国王的儿子阿卡斯图斯揭穿了美狄亚的罪行，把他和杰森赶出了城。他们只好南下，来到了柯林斯城，在这里安了新的家。最后，杰森把金羊毛献给了宙斯，结束了他的冒险。杰森和美狄亚结了婚，生了许多孩子，本来幸福美满。可是，杰森渐渐忘了当年的誓言，想要重拾年轻时的荣耀和财富。他抛弃了美狄亚和孩子们，要娶柯林斯公主克鲁萨，想要借她的势力提升自己的地位。美狄亚心如死灰，她为了杰森杀了自己的兄弟，却换来了他的背叛。他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于是他送给克鲁萨一件魔法礼服作为结婚礼物。克鲁萨一穿上礼服，就感到身体燃烧起来。父亲想要救女儿，可是一碰到礼服，他也跟着着了火。父女俩在杰森泪眼的目光下同归于尽，惨叫着被活活烧死了。杰森看到新妻子惨死，心中惊恐，他明白这是美狄亚的诡计，便拔剑向她冲去。可是等他找到她，才知道美狄亚的愤怒有多可怕。他的脚下是2个儿子的尸体，阿尔西梅内斯和提桑德，他手里的匕首还沾着他们的鲜血。美狄亚的复仇完成了，他乘着太阳神赫利俄斯的战车飞走了，留下杰森跪在地上哭泣。杰森从此孤独一生，再也没有爱情，也没有子女。他只能抓住年轻时的回忆，常常去海滩上看那艘被弃的阿尔戈号。多年过去了，杰森也变成了老人。有一天，他躺在船下，没想到船尾烂了，突然他下来，把他给压死了。杰森的生命就这样被他曾经的荣耀阿尔戈号终结了。美狄亚逃到了雅典，得到了国王埃勾斯的庇护和爱情。他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成为了王后。但美狄亚的权力之路并不平坦，因为雅典的真正王子英雄特修斯即将回来，要求继承王位。埃勾斯在美狄亚来之前一直是雅典的独裁者，他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王国，但他却没有生育的能力。埃勾斯国王因为没有儿子，便去德尔斐求问神谕。神谕告诉他，去特洛伊的一个叫泽尼亚小王国，那里的公主艾瑟拉能给他生个儿子。埃勾斯高兴地赶到特洛伊，见到了美丽的艾瑟拉公主，他们那晚同床共枕，艾瑟拉怀上了孩子。埃勾斯不知道是波塞冬也来过艾瑟拉的房间，他肚子里的孩子特修斯，准确来说其实是波塞冬的儿子。特修斯身上流着波塞冬的血，拥有了神一般的敏捷和力量，这些在他面临的各种考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雅典王埃勾斯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只能把王妃和孩子留在特洛伊。他告诉艾瑟拉，等到特修斯长大，有了足够的力气，能够举起一块石头，就可以去雅典找他。他把自己的剑和凉鞋藏在石头下，作为特修斯的考验。只有拿到这些物品，特修斯才能证明自己是埃勾斯的儿子。特修斯长大后，很轻易地举起了石头，拿到了埃勾斯的剑和凉鞋，便启程去雅典寻父。可是当他到了雅典，却发现父亲已经有了新的王后美狄亚和儿子美狄亚斯，他们是王位的继承人。美狄亚一见到特修斯，就怕他来夺走自己儿子的王位，于是暗中想法子害他。特修斯来到雅典皇宫，美狄亚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见国王，必须先证明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战士，便派他去击败克里特公牛，那是一头凶猛的怪物，是赫拉克勒斯在完成第7项挑战时留下的。特修斯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克里特公牛，凯旋而归。美狄亚对他的成功感到震惊，决定对付他。当特修斯接近国王时，美狄亚递给他一杯有毒的酒。特修斯正准备喝下这杯酒时，埃勾斯却认出了年轻人身上所穿的剑和凉鞋，正是多年前他曾藏在石头下的那副。他立刻打掉了儿子手中的酒杯，救下了特修斯的生命。而美狄亚，
他的欺骗被揭穿后，埃勾斯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出城，然后认定特修斯是他合法的继承人。被再次驱逐后，美狄亚只好回到故乡科尔基斯，在那里他与父亲埃厄忒斯和解，恢复了他科尔基斯国王的地位。从此他就在已知世界的边缘度过了余生。在雅典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特修斯得知了这座城市面临的许多困境。许多年前，雅典曾与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进行过一场战争，而雅典战败。从那以后，为了拯救城市，埃勾斯与米诺斯签订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每9年雅典必须送7名男孩和7名女孩给克里特，供奉给迷宫中的米诺陶洛斯，那个半人半牛的怪物。得知这项协议后，特修斯非常震惊，并立即自愿成为下一批贡品之一，因为他希望能够杀死米诺陶洛斯，终结人民的苦难。埃勾斯虽然极力劝阻特修斯不要前往克里特，最终也无法动摇特修斯的决定。埃勾斯只得无奈地祝福他，并提出一个请求：若特修斯凯旋，应将船帆由黑色换为白色，以此作为平安返回的信号。特修斯随后踏上了前往克里特的艰险航程，目的地是那个藏有臭名昭著的牛头怪米诺陶洛斯的迷宫。到达克里特岛后，特修斯受到了国王米诺斯及其家人的热烈欢迎。他英俊的外表吸引了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的注意，他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勇敢的英雄。为了确保特修斯安全，阿里阿德涅在他准备进入牛头怪的巢穴前递给他一团线，这样特修斯就能沿着这条线找到回到迷宫入口的路。阿里阿德涅唯一的请求是，特修斯离开克里特岛回雅典时必须带上他。特修斯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特修斯走进迷宫，将线头系在入口处，开始探索那些黑暗而曲折的通道。但阿里阿德涅提醒他，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牛头怪，而在于迷宫本身。特修斯历经数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迷宫的核心，那里居住着可怕的牛头怪。在一番惨烈的战斗后，特修斯凭借其敏捷和速度，成功地击败了牛头怪。他用剑刺穿了怪物的喉咙，从此结束了雅典人因献祭而带来的痛苦。特修斯握着那团神秘的线球，沿着他所指引的路径，艰难地穿越了迷宫的曲折通道，最终找到了回到入口的路。在那里，阿里阿德涅和其他13名雅典人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当特修斯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视线中时，一阵欢呼声立刻在迷宫中回荡，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脱离苦海的喜悦。他们迅速登上了等待已久的船只，扬起风帆，告别了那个充满恐怖记忆的克里特岛，开始了他们的归途。然而，在战胜了传说中的牛头怪米诺陶洛斯之后，特修斯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兴奋。他逐渐忽视了曾经给予他生命线索的阿里阿德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的帮助，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出现了裂痕。阿里阿德涅的心中充满了失落和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特修斯会变得如此冷漠，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一天比一天深。在返乡的航程中，特修斯和他的同伴们在迪亚岛上暂作停留。在夜色中，阿里阿德涅沉沉入睡，而特修斯却悄无声息地登上了船，将他孤零零地留在了岛上。当阿里阿德涅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抛弃了。特修斯从未有过娶她为妻的打算，他在岛上痛哭流涕，悲伤至极，几乎快要饿死。就在此刻，酒神狄俄尼索斯来到了此地，他发现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将她救走，并带到了奥林匹斯山，成为了他的神圣配偶。当特修斯的船只逐渐靠近雅典，他的心中只盘旋着即将到来的荣耀和英雄事迹的赞歌。经过漫长的等待，特修斯终于看到了父王的船驶向港口。他那颗因激动而剧烈跳动的心几乎要冲破胸膛。可惜特修斯却忘了父王的嘱托，未能将黑帆更换为白帆，以示安全。当埃勾斯瞥见那黑帆在风中翻滚，他误以为特修斯已罹难，他悲痛至极，从悬崖跃下，身躯消失在那片后来被称作爱琴海的浩瀚波涛中。当特修斯带着对父王的哀悼回到雅典，特修斯继承了王位，成为雅典的新君主。百姓们沿街欢呼，为特修斯的登基喝彩。特修斯的治理也拉开了雅典新纪元的序幕。然而，特修斯心中却永远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伤痕，那是特修斯对父王的歉疚和遗憾。
特修斯曾与赫拉克勒斯并肩作战，共同挑战过亚马逊女战士。他的英勇无畏为他赢得了四方的尊敬，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闪耀的英雄之一。戴达罗斯，这位技艺非凡的建筑师和发明家，因构筑了米诺斯王引以为傲的迷宫，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陷阱，而遭受了无情的报复。他被囚禁在自己的杰作中，面临着看似无解的逃脱难题。在绝望中，戴达罗斯并未放弃，而是激发了他的创造力和智慧。他仰望蔚蓝的天空，灵光一现，意识到自由之路可能就在他的头顶。于是，他巧妙地利用羽毛和蜂蜡制作了2对翅膀，决心带领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展翅高飞，追求自由的天空。他深知这对翅膀虽能助他们逃离迷宫的束缚，却也极易受损。因此，他郑重地告诫伊卡洛斯切勿飞得过高，以免炙热的阳光融化了蜂蜡。父与子肩并肩，展翼翱翔于无垠的蓝天。伊卡洛斯被前所未有的自由沉醉，忘却了父亲的警告。他振翅高飞，欲与太阳肩并肩。不料，太阳的炽热之力开始蚕食着他的翅膀，那些精心安置的羽毛逐渐脱落，如同梦想破灭的碎片。最终，在翅膀的最后一片羽毛飘落之际，伊卡洛斯如同流星般坠入海洋的怀抱，留下了人们对于梦想与自由的无尽遐想。伊卡洛斯的悲剧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成为了勇敢尝试与悲惨下场的代名词。他的故事提醒人们自知之明和谨慎行事的重要性，以及过度自信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卡利敦位于希腊西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英雄集会，继承了杰森和阿尔戈航海者的辉煌传统。城市的统治者是国王文纽斯和王后阿尔泰亚，他们的儿子美莱阿格罗斯是一位名声显赫的英雄，他的名字在希腊各地都广为流传。一个秘密隐藏在卡利敦的宫殿深处，美莱阿格罗斯那位被誉为英雄的王子，实际上是战神阿瑞斯与阿尔泰亚王后的私生子。他们的禁忌之爱悄无声息的发生，却引起了命运三女神的警觉。他们手握着凡人命令的红线。在美莱阿格罗斯出生的那一刻，三女神降临到他的摇篮边，目睹了这个新生儿在温暖的火光旁安详地睡去。其中一位女神手指轻抚过炉火中一根坚固的木柴，低声吟唱着决定美莱阿格罗斯命运的神谕：孩子啊，接受我们的馈赠，你的生命之火将随着这根木柴燃尽而熄灭。在命运三女神的预言之后，阿尔泰亚女王心急如焚地赶到火炉旁，她毫不犹豫地用清水扑灭了跳跃的火苗，并迅速捡起那根与儿子美莱阿格罗斯生命相连的粗木柴。为了守护爱子的生命，她匆忙返回王宫，将那根木柴深锁于坚固的箱中，是不让任何潜在的威胁触及她。20年的光阴荏苒，美莱阿格罗斯已成长为一名杰出的阿尔戈英雄。他与杰森并肩作战，历经重重考验，终于取回了传说中的金羊毛，作为英雄凯旋而归。但是，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卡利敦，希望与家人团聚时，却惊愕地发现，曾经温馨的家园，如今却是一片几近废墟的景象。在古老的希腊神话中，美莱阿格罗斯的父亲伦纽斯国王曾经得到了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的青睐，玄之的恩宠带来了丰收，粮仓满溢，人民欢庆。但国王的心中却渐渐滋生了骄傲与自满，他忘记了对自然之神阿尔特弥斯的敬畏和供奉。阿尔特弥斯，那位掌管野兽和森林的狩猎女神，对俄纽斯的忘恩负义感到愤怒。他决定给予一个惩罚，派遣了一头巨大而凶猛的野猪，它的獠牙如同利剑，眼中闪烁着红光。这只野猪横冲直撞，宛如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它肆意破坏城镇，践踏庄稼，无人能在它面前幸存。当卡利敦陷入混乱，野猪的威胁如影随形时，俄纽斯国王急切地寻求英雄的援手。他命令信鸽飞往希腊的每一个角落，传递着紧急的求援信号，邀请勇士们集结，共同铲除这头肆虐的恶兽，恢复王国的和平。率先接受挑战的是国王骁勇的儿子美莱阿格罗斯，他身披战甲，手执长矛，准备带领众多响应号召的勇士。他们中有50余人，每个都是战场上的精英。而在这些勇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刚刚完成金羊毛探险的阿尔戈英雄们。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传奇，
杰森、尤菲莫斯、伊达斯，还有佩留斯以及泰拉蒙和双子星兄弟。他们在卡利敦集结，就像是星辰汇聚。他们的到来预示着一场史诗般的狩猎即将展开。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雅典的国王特修斯，那位曾经战胜牛头怪的勇士；赫拉克勒斯的侄子伊奥劳斯，他在叔叔的第2项挑战中斩杀9头蛇的英勇事迹至今被传颂。以其睿智和经验著称于希腊各城邦的皮洛斯国王涅斯特尔。奥德修斯的父亲拉昂尔特斯同样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英雄，他们也共同加入了这场猎杀野猪的冒险。这头野猪怕是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这么大的魅力。而在这群男子汉中出现了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女英雄阿塔兰忒。她来自世外桃源阿卡迪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狩猎女神。她的目标坚定，那就是将那头凶猛的野猪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在渴望嗣子的国王家中，阿塔兰忒的降生并未受到欢迎，反而被遗弃于无情的荒野。命运的不公，但自然的怜悯让他存活了下来。一只慈爱的母熊将他纳入怀抱，给予他母爱般的呵护。在野兽的庇护下，阿塔兰忒茁壮成长，直至被一对慈祥的猎户夫妇发现，并将他视如己出。荒野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他在森林中与野兽为伍，狩猎成了本能反应。阿塔兰忒不仅仅是猎户的女儿，更是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虔诚信徒。她箭无虚发，步伐轻盈如风，她的勇气和技艺让所有男子汉也自愧不如。当阿塔兰忒得知卡利敦因一头凶猛野猪而陷入恐慌时，他毅然决定加入猎杀行动。他不仅渴望证明自己的勇武，更希望以实力赢得尊重。他踏入集会现场，却遭遇了战士们的嘲笑与不屑。他们的讥讽声中充满了对女性能力的怀疑，但阿塔兰忒并未放在心上，他的眼神中露出不容小觑的战意。在众人的哄笑中，美莱阿格罗斯却被阿塔兰忒的勇敢和美丽所吸引。他看到了他与众不同的英雄气质，决定支持他，最终说服其他战士接纳阿塔兰忒为同伴。随着最后一道准备工作的完成，猎杀大幕缓缓拉开，英雄们如同洪流般奔涌而出，野猪留下的破坏痕迹和血迹成为了他们追踪的明显线索。在茂密的森林深处，英雄们终于发现了那头野猪的踪迹。他们迅速行动，将其团团围住，准备发起致命一击。就在紧张的气氛达到顶点时，野猪猛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突然冲出，它的獠牙如同利剑般刺穿了一名猎人，而它沉重的蹄子接着践踏在了另一位不幸的战士身上。当野猪如同一股不可挡的狂风在猎人中横扫时，混乱和恐慌迅速蔓延，猎人们手足无措，长矛在空中划过急促的弧线，却频频伤及自己人。就在这紧要关头，阿塔兰忒独自一人保持着冷静，他的双眼如同捕食者一般锐利，手中的弓箭已准备就绪。阿塔兰忒深吸一口气，拉满弓弦，一支铁质箭矢划破空气，直奔野猪的要害。野猪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一发命中，那是生命即将逝去的征兆。美莱阿格罗斯在一旁抓住这一刹那的机会，他的长矛如同命运之神的裁决，一击便穿透了野猪的心脏。猎人们的欢呼声响彻森林，他们围绕着美莱阿格罗斯，将他举上肩头，赞颂他是这场战斗的真正英雄。他们的歌声和掌声是对美莱阿格罗斯英勇事迹的最好证明。尽管美莱阿格罗斯在猎杀中表现英勇，他却谦虚地拒绝了所有赞誉。在他坚定的眼神中，只有阿塔兰忒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的箭矢精准地射中了野猪的致命要害。因此他认为那张珍贵的野猪皮毛理应属于他。美莱阿格罗斯的提议激起了猎人们的强烈反弹。他的叔叔托克索斯和普勒克西普斯两位经验丰富的猎手率先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女性获得如此荣耀，坚称如果美莱阿格罗斯不愿意接受，那么这份战利品应当由他们来继承。这些质疑和侮辱的言论激起了美莱阿格罗斯的愤怒。他对阿塔兰忒的爱情使他失去了理智，一时冲动之下，他拔出宝剑，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两位叔叔斩于剑下。上一个这么做的美狄亚公主最终过着惨淡寂寥的余生。爱情到底拥有什么魔力呢？
猎人们目睹了美莱阿格罗斯的愤怒所引发的血腥场面，震惊之余，他们悄无声息地撤离了战场，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当阿尔泰亚女王得知自己的2个兄弟惨死于美莱阿格罗斯之手时，她那颤抖的双手无力地捂住了脸庞，悲痛欲绝。她的心如同被利刃割裂，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在绝望的驱使下，阿尔泰亚女王冲进了王宫的密室，她的眼泪模糊了视线，但她的手却坚定地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木柴箱。随着木柴被投入火焰，她的泪水与火光交织，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母亲对儿子无尽的爱与痛楚。就在那象征着生命的木柴化为灰烬的一刻，美莱阿格罗斯的生命之火也跟随着熊熊燃烧的火焰而渐渐熄灭。他的惨叫回荡在空旷的战场上，最终化作一声无声的叹息，随风而逝。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儿子美莱阿格罗斯的死亡后，阿尔泰亚女王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她试图从火中抢救那些象征着儿子生命的木柴，但一切都太迟了。木柴已经化为灰烬，就像她心中的希望一样。卡利敦野猪的猎杀以悲剧收场，但英雄们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将继续踏上新的旅程，每个人都将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阿塔兰忒在猎杀野猪的壮举之后声名远扬，他的名字在希腊各地流传，无数勇士慕名而来，希望能够赢得这位女英雄的芳心。阿塔兰忒，这位心怀冒险梦想的女英雄，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拒绝了众多追求者。她宣布，只有在竞速比赛中超越她的人，才配得上牵她的手。无数勇士蜂拥而至，渴望赢得这位美丽女子的芳心。然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因为阿塔兰忒的速度如同风一般迅捷，无人能及。直到希波莫涅斯的出现，这位不同凡响的求婚者想要挑战一下，不能仅靠速度，他带着一记巧妙的策略，准备在比赛中出奇制胜。在比赛的前夜，希波莫涅斯步入了阿弗洛狄特的神庙，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在神圣的祭坛前，他虔诚地祈求女神的帮助，愿意接受任何考验以换取她的青睐。阿弗洛狄特赋予了希波莫涅斯3颗闪耀着诱人光芒的金苹果，它们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在比赛中，希波莫涅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神赐之物，一次次地打断了阿塔兰忒的步伐。尽管阿塔兰忒被金苹果的美丽所吸引，他的内心却在挣扎。他的每一次停顿都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但他的竞技精神和对胜利的追求让他不断地重回赛道。希波莫涅斯的计谋一次次地见效，他的狡猾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每当阿塔兰忒即将追上时，他总能准确地投掷出另一颗金苹果，巧妙地操控着比赛的节奏。随着终点线的临近，希波莫涅斯紧握着最后一颗金苹果，他的心跳加速，感受到了胜利的呼唤。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他将那颗闪耀着诱惑光芒的苹果远远抛向赛道一旁，巧妙地引诱阿塔兰忒偏离了他的速度之路。希波莫涅斯的策略奏效，他以微弱的优势超越了阿塔兰忒，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他的心。他们的婚姻如同神话般完美，共同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阿塔兰忒对这位机智而独特的丈夫爱得深沉。然而，在胜利的喜悦中，希波莫涅斯忘记了对阿弗洛狄特的敬意，未能献上应有的谢礼。这一疏忽如同暗流涌动，为他们的未来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阴影。希波莫涅斯因忘恩负义而招致了爱神阿弗洛狄特的愤怒，他以火焰般的怒意将这对新婚夫妇诱入宙斯的庙宇，让至高无上的天神亲自下达惩罚。在宙斯的雷霆之下，阿塔兰忒和希波莫涅斯被施以沉重的诅咒，化身为威武的狮子。他们注定永远相伴，却又永远无法触碰爱的真谛。根据古希腊的信仰，雄狮与雌狮之间是不会有后代的，狮子的血脉只能通过雄狮与雌豹的结合得以延续。这对被诅咒的夫妻因此被迫在尘世间徘徊，既无法分离，也无法共享亲密之乐。随着卡利敦野猪的陨落，英雄时代的序幕缓缓拉开。宙斯，众神之王，却在天界俯瞰的凡间，心中涌动着不安。他眼见半神后裔遍布人间，神与凡的界限愈发模糊，就让他坚定了一个决心，必须重塑神界的尊严。宙斯决意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是要清除那些血脉中流淌着神奇之力的后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神凡较量，也是对英雄们的终极考验。在爱琴海的波涛中，隐约可见一个国度的轮廓——特洛伊。它的存在如同神话中的奇迹。据说，特洛伊的城墙高耸入云，坚固无比，是众神亲手筑起的不朽之作。它的壮丽堪比天界的宫殿。在普里阿摩斯和赫库巴的智慧统治下，特洛伊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50位王子和50位公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传奇故事。但赫克托尔的名字最为响亮。赫克托尔作为王位的继承人，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更是民心中的楷模。他对家国的忠诚和对家庭的爱，成为了后世颂扬的美德。而在这些光辉背后，卡珊德拉的命运却如同一曲凄美的悲歌。他的预言能力和悲惨命运，让他成为了特洛伊悲剧中最让人们同情的角色。卡珊德拉，那位拥有倾城之美的特洛伊公主，曾激起了太阳神阿波罗的强烈渴望。阿波罗以预言之能作为诱饵，试图赢得他的芳心，却遭到了对方坚定的拒绝。于是，愤怒与失望交织的阿波罗施下了可怕的诅咒。尽管卡珊德拉拥有预知未来的神赐才能，但他的预言却注定永远无人置信。普里阿摩斯和赫库巴的另一子帕里斯同样命运多舛，自幼便在王室之外的荒野中长大。在他呱呱坠地之前，赫库巴就已接受了一个不祥的预言：他腹中的儿子将成为特洛伊的灾星。这个预言如同悬在帕里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预示着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赫库巴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决定，他必须杀害自己的儿子，以防止预言中的灾难。但作为母亲的本能战胜了一切，他无法亲手执行。于是，他将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牧羊人，希望他能完成这个不幸的使命。然而，牧羊人的心中也充满了怜悯，他无法对这个无辜的生命下手。在他的心中，善良战胜了命令，他选择秘密地抚养这个名叫帕里斯的孩子。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帕里斯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整个特洛伊的历史。在远离特洛伊的斯巴达，宙斯对美丽的女王莱达一见钟情，他化身为一只天鹅，巧妙地接近了女王，并与她共度良宵。这段神秘的邂逅最终导致莱达产下了2个蛋，预示着另一段传奇的开始。从天鹅之恋孕育的蛋中，孵化出了2位英俊的男婴，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他们注定要成为传说中的迪奥斯库洛伊兄弟，勇敢无畏，后来更是加入了阿尔戈英雄的壮丽史诗。而他们的姐妹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同样拥有着非凡的命运。海伦，那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美貌足以颠倒众生，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追求战。成年的海伦如同绽放的玫瑰，吸引了全希腊乃至世界各地的目光。英勇的勇士，权势的领主，甚至是希腊的王子们都慕名前来斯巴达，只为一睹她的芳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伊萨卡的奥德修斯，麦西尼的阿伽门农和塞拉米斯的大埃阿斯，这些名声显赫的英雄都向他献上了最真挚的爱意。海伦，斯巴达的明珠，深知自己的美貌足以引发权贵间的争端，甚至可能酿成血腥冲突。为了避免这一悲剧，智者奥德修斯提出了一个办法，他要求所有求婚者宣誓，若海伦最终选择了其中一人，其他人则必须誓死保护这位幸运的丈夫。在这个神圣誓言的保护下，海伦最终选择了麦西尼的莫涅拉俄斯，2人不久便喜结连理，共同执掌斯巴达的王位。其他求婚者虽心有不甘，但也遵守誓言，和平离去。然而，这个誓言最终却成为了一场史诗般战争的导火索，将他们推向了命运的漩涡。在奥林匹斯山上，神明们的庆典如同星辰般璀璨。阿喀琉斯的父母海洋女神特提斯和英勇的佩留斯国王受邀至神山之巅，共同庆祝他们的神圣联姻。宙斯，众神之父，亲自主持了这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天地间的神明和英雄共襄盛举。然而，在这欢乐和祥和的氛围中，有一位神被遗忘了——厄里斯。他专司纷争和不和，因其惹是生非的本性而饱受诟病。被排除在外的厄里斯心中怨恨沸腾，决定携带一份特殊的礼物闯入宴会，
将和谐的气氛转为混乱与争斗。厄里斯的到来如同一颗黑暗的流星划破天际，他手中的礼物不是祝福，而是一颗播下纷争种子的炸弹。他的目的很明确，在神明们的欢庆中投下混乱之种，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神与神的冲突。厄里斯，不和与纷争的化身，巧妙地将一枚刻有送给最美的人字样的金苹果投入奥林匹斯女神之间。他深知这将激起女神们的虚荣心，引发无休止的争吵。果不其然，赫拉、雅典娜和阿弗洛狄特3位女神各自自诩为最美，争夺这枚象征至高无上荣耀的苹果。宙斯，众神之王，面对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明智地选择了中立。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推进他伟大计划的契机。他决定将这个艰难的选择交给一位凡人，一个以公正著称的谦逊牧羊人帕里斯王子。帕里斯曾被遗弃，却在牧羊人的庇护下成长，拥有着不为人知的王者血统。3位女神在奥林匹斯山的金色殿堂中，围绕着帕里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赫拉以王权的诱惑，承诺让他成为欧亚大陆的霸主；雅典娜则以智慧和勇武，许诺赐予他无与伦比的战争才能。而阿弗洛狄特，他深谙帕里斯内心的渴望，轻声承诺将世间最美的女子斯巴达的海伦赠予他。帕里斯的心中早已被阿弗洛狄特的承诺所俘虏，他毫不犹豫地将金苹果交到了爱神的手中，而女神则以神秘的微笑指引他前往远方的斯巴达。在那里，海伦，那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将在阿弗洛狄特的魔法下对他倾心倾情。帕里斯跨越海洋，踏上斯巴达的土地，他与海伦的目光一触即发，爱情的火花在2颗心中燃起。他们的爱情如同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注定会成为一个悲剧。帕里斯紧握着海伦的手，他们的目光交汇中充满了坚定与决心。在忠诚的部下的掩护下，他们勇敢地突破了斯巴达卫兵的重重包围，如同2颗不屈的星辰，穿越了重重阻碍。他们的爱情如同古老传说中的英雄史诗，充满了冒险与激情。当帕里斯与海伦一同踏上归途的船只，海浪似乎也在为他们的爱情歌唱。回到特洛伊，普里阿姆斯国王展开双臂，以父亲的慈爱和国王的尊严欢迎他们的归来。宫殿中每个角落都回荡着对新王妃海伦美貌的赞叹，她的光彩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照亮了整个特洛伊。然而在这片欢声笑语中，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忧虑。有2颗心在暗潮涌动中感到不安，他们知道海伦的到来不仅是爱情的胜利，也可能是未来战争的导火索。这份爱情是否能够经受住即将到来的风暴考验呢？赫克托尔，特洛伊的勇士，面对弟弟帕里斯的鲁莽行为，怒火中烧。他严厉警告说，帕里斯的轻率欲望将引火烧身，为他们的家园带来毁灭性的战火。卡珊德拉，被神诅咒的先知，他的尖叫划破宁静的空气。他预言海伦的到来将是特洛伊的灾难，但他的警告如同风言风语，无人理睬。当斯巴达的国王莫涅拉俄斯从克里特岛归来时，发现爱妻海伦不见了，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怒和不安。得知海伦被劫时，他立誓要追寻到底，即使是到了遥远的特洛伊。愤怒的莫涅拉俄斯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的军队，准备对特洛伊发起一场正义的战争。他的声音如同战鼓般激昂，呼吁所有曾向海伦求婚的勇士们遵守他们的誓言，与他肩并肩出征。忠诚的英雄们无论远近，都纷纷响应这一号召。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如同洪流汇聚于斯巴达，共同发誓要将海伦从特洛伊带回他真正的家。阿伽门农，希腊最强大的君王，是莫涅拉俄斯的坚定盟友和兄长。他统治着麦西尼，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强大的军队。当战争的阴云笼罩希腊大地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成为了希腊舰队的统帅。他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象征着希腊人民的团结和力量。海伦的追求者们为了履行他们对莫涅拉俄斯的庄严誓言，纷纷加入了他的战旗下。他们中，涅斯特尔以其睿智，狄俄莫德斯以其勇猛。此狄俄莫德斯是阿尔戈斯的国王，而非那个被赫拉克勒斯杀掉的巨人国王。
而奥德修斯则以其卓越的智慧成为了希腊出征军队的中坚力量。在这些国王的带领下，希腊最杰出的战士们齐聚一堂，他们中有名震四方的阿喀琉斯和他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还有无畏的大埃阿斯和小埃阿斯，共同响应了战争的召唤。来自菲提亚的阿喀琉斯作为希腊史上最伟大的战士，他的参战几乎预示着胜利的到来。传说中，他拥有不可战胜的金身，若无他的加入，几乎无法攻破特洛伊那坚不可摧的城墙。阿喀琉斯刚出生便被他的母亲海洋女神特提斯带到了冥界，在那里将他进入神秘的冥和 Styx 之中，希望河水的神力能赋予他不朽的生命。但命运弄人，特提斯紧握的脚跟未沾河水，至此也成为了阿喀琉斯唯一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喀琉斯渴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士们一同踏上征途，他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也不离不弃。希腊各地的勇士们响应召唤，集结于阿伽门农的旗帜下，数百艘战船如同海上的巨兽，准备向特洛伊展开猛烈的攻势。当希腊舰队扬帆向特洛伊进发时，他们遭遇了不可思议的现象：海面平静如镜，连一丝微风都无法捕捉。原来，阿伽门农在狩猎中误杀了女神阿尔特弥斯所钟爱的神鹿，激起了女神的愤怒。作为惩罚，阿尔特弥斯夺走了所有的风，让整个船队陷入了动弹不得的窘境。在迫切渴望起航的焦虑中，阿伽门农求助于一位神秘的先知，希望找到恢复风力的方法。然而，先知给出的解答却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为了重新得到风的青睐，阿伽门农必须献祭他深爱的大女儿伊菲格涅亚。在成千上万的士兵眼巴巴地等待着航行的命令时，阿伽门农的内心挣扎在荣耀与父爱之间。阿伽门农以婚礼为幌子，诱骗无辜的伊菲格涅亚至军营。满心欢喜的他步入祭坛，却未料到等待他的是父亲的背叛与残忍。伊菲格涅亚的鲜血洒落，阿伽门农的刀刃刺破了他的心脏，也平息了阿尔特弥斯的愤怒。祭祀完成，被禁锢的风被释放，希腊舰队乘风破浪，直指克洛伊。希腊大军抵达克洛伊，面对着坚固的城墙和强大的军队，一场史诗般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作为爱神阿弗洛狄特之子，埃涅阿斯肩负着不仅是王室血脉，更是神圣使命的重担。他将挺身而出，加入保卫家园的正义战斗，展现出他不凡的勇气和力量。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同样也不会让他的城市独自面对战争的硝烟。他召集了忠诚的盟友，勇猛的吕基亚人和亚马逊女战士，他们将携手并肩，共同抵御希腊军队的进攻。吕基亚人的领袖萨尔佩顿，宙斯之子，伯勒洛峰的后裔，也将率领他的勇士们奔赴战场。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传奇战士格劳库斯，他的英勇无畏将成为特洛伊军队的强大支撑。亚马逊女王彭特西勒亚，阿瑞斯之女，她的战斗力令人敬畏，甚至超越了许多男性战士。她将带领她的女战士们以女性的坚韧和勇敢，为特洛伊的胜利贡献力量。尽管双方都拥有各自时代最优秀的战士和领袖，但这场战争却让众神分裂。赫拉和雅典娜因为获得帕里斯的金苹果而怀愤在心，决定支持希腊人以报复特洛伊。阿弗洛狄特因将海伦赐予特洛伊而得到帕里斯的青睐，自然选择站在特洛伊一边，支持这座城市。作为特洛伊的守护神，阿波罗当仁不让的誓言保卫他的信徒和这座城市不受侵犯。波塞冬因特洛伊人在建成后崇拜阿波罗而飞塔，心生嫉妒，决定加入希腊人的行列，对特洛伊展开攻击。当然，这样的事情绝对少不了战争狂神阿瑞斯，他沉迷于战斗的喧嚣，渴望在特洛伊的战场上击败智慧女神雅典娜。他以狂热的热情加入了特洛伊一方。阿瑞斯在战场上挥舞着利剑，只为制造更多的血腥杀戮。他的战车在敌人的尸体上碾过，留下一道道血迹。在长达9年的战争中，亚该亚人波澜壮阔的攻势如潮水般汹涌，却始终无法撼动特洛伊那坚如磐石的城墙。亚该亚人是希腊众多种族之一，由于荷马用亚该亚指称阿伽门农的国土，后者又是希腊部队的领袖，所以亚该亚人一般也指的是希腊人。随着战争的持续，
资源变得日益稀缺，阿喀琉斯领导的希腊军队不得不向南进发，寻找新的补给线。希腊军队首先攻占了莱斯沃斯岛，那里的财富和资源成为了他们的战利品。随后，他们登陆小亚细亚海岸，一路向特洛伊进发，沿途的城镇和城市都未能逃脱被洗劫的命运。从吕尔涅索斯和希波普拉基亚两座城市中，希腊勇士们掳掠了无数美丽的女子，将她们作为战利品分配。其中，原本分配给阿喀琉斯的克利塞伊斯却落入了阿伽门农之手，他们的命运将深刻影响战争的进程。阿伽门农对克利塞伊斯一见钟情，将他纳为妾室，深陷爱河。但克利塞伊斯的父亲克利塞斯，一位虔诚的阿波罗祭司，无法忍受女儿沦为奴隶的苦难，他满怀希望地携带重金前来营帐，以赎金恳求阿伽门农释放女儿。然而，阿伽门农冷酷无情，不仅拒绝了祭司的请求，还在众人面前羞辱这位老人，指着被锁链束缚的克利塞伊斯展示他的权力和控制。神圣的阿波罗对于他的祭司所受的侮辱感到无比愤怒，他的怒火化作致命的瘟疫之箭，无情地射向希腊军队，誓言不将克利塞伊斯安全送回故乡，瘟疫便不会停息。作死阿伽门农在神灾面前别无选择，只得释放了克利塞伊斯，由奥德修斯将他与父亲团聚，以平息神怒。然而，失去了宠妻的阿伽门农心有不甘，他的欲望如野火般燃烧，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阿喀琉斯的奴隶布里塞伊斯。在他看来，既然自己无法得到所想，那么就要让这位最伟大的战士也尝尝失去珍视之物的痛苦。于是，他蛮横地闯入阿喀琉斯的营帐，将布里塞伊斯夺为己有。这无疑点燃了阿喀琉斯心中的怒火。阿喀琉斯，希腊最伟大的战士，面对国王的嘲讽，怒不可遏，手中的剑刃闪耀着寒光，准备为荣誉而战。就在紧张的气氛达到顶点时，智慧女神雅典娜如同天降神使，及时出现，她的手轻抚阿喀琉斯的手臂，她那冷静而坚定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提醒他不要因一时冲动而毁了大局。阿喀琉斯虽心有不甘，但最终选择尊重神意。他将剑归鞘，决定不再为这位不懂尊重的国王献出自己的剑与血。在阿喀琉斯的缺席下，希腊军队艰难地维持着战线。战争的残酷让双方都承受了沉重的损失，无数英勇的生命在这场纷争中逝去。赫克托尔在告别深爱的妻子安德洛马克和他的小儿子阿斯提亚纳克斯时，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知道这一别可能是永恒的，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特洛伊的忠诚与责任，他必须挺身而出。赫克托尔从特洛伊的高墙走下，他的身影在战士们中间显得格外高大。他的话语如同晨曦中的号角，唤醒了每个士兵的勇气，他们的心中重新燃起了胜利的火焰。在阿喀琉斯的缺席下，希腊军队如同无头的苍蝇，被赫克托尔带领的特洛伊战士们一路驱赶，直至船只边缘。他们的防线摇摇欲坠，眼看就要被突破。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帕特洛克洛斯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和不甘，他决定穿上阿喀琉斯的盔甲，化身为战场上的英雄，是要为希腊人挽回一线生机。当阿喀琉斯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时，特洛伊军队被恐惧笼罩，士兵们纷纷逃向城墙寻求庇护。赫克托尔见状，决定孤身挑战帕特洛克洛斯，以赢得宝贵的撤退时间。他挥舞着利剑，勇猛地冲向帕特洛克洛斯，一剑将其斩落马下。惊愕的赫克托尔摘下帕特洛克洛斯的头盔，发现自己并未击败真正的阿喀琉斯，稍微有些放风的心情立马紧绷了起来。帕特洛克洛斯在战场上倒下，希腊军队如同汹涌的潮水，争相夺取他的遗体。阿喀琉斯在营帐中目睹挚友的冰冷尸体，悲痛欲绝，心如刀绞。海洋之神特提斯现身安抚他那陷入绝望的儿子，他的心疼化作行动，前往奥林匹斯山，请求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造全新的盔甲，准备大开外挂。特提斯将闪耀着神光的盔甲交到阿喀琉斯手中，穿上这套盔甲，阿喀琉斯的悲痛转化为熊熊怒火，心中只剩下复仇的决心，是要以赫克托尔和特洛伊的毁灭来平息他心中翻腾的怒火。当然，有后世传闻说，阿喀琉斯之所以如此愤怒，
因为帕特洛克洛斯可能不仅仅只有这么简单。当赫克托尔看到阿喀琉斯那如同战神般的身影冲向他时，恐惧如同寒冰般侵蚀他的勇气。他在特洛伊城墙下的影子拉长了3圈，直到命运的追逐终结。面对无处可逃的绝境，赫克托尔挺身而出，决心以一名战士的尊严迎接最后的挑战。他的剑光闪烁着不屈的意志，即使在最后一刻也未曾放弃战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赫克托尔并未向死亡低头祈求，而是以一个儿子、一个父亲的身份，请求阿喀琉斯尊重他的遗体，让他的家人有机会为他送行。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洛斯之死的愤怒驱使下，以长矛刺穿赫克托尔的喉咙，将这位特洛伊的勇士送上了死亡之路。他的愤怒未息，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捆绑在战车之后，绕城示众，展示着战争的残酷和个人的仇恨。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在城墙之上，目睹儿子遭受的侮辱，心中的痛苦无以言表。在夜色中，他孤身一人前往敌营，跪在阿喀琉斯面前，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哀求归还儿子的遗体。普里阿摩斯的泪水和哀痛触动了阿喀琉斯的心弦，使他回想起自己失去挚友的痛楚。在这份共鸣中，阿喀琉斯的心墙被打破，他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允许普里阿摩斯带走赫克托尔的遗体，为这场悲剧画上了一个和解的句点。特洛伊的街道上，人们的哭泣声汇成了一曲悲伤的交响乐。赫克托尔的遗体被带回家园，他的妻子和儿子紧紧相依，他们的泪水如同冬日的雨，凄凉而冰冷。赫克托尔的逝去带走了特洛伊最后的希望。阿喀琉斯的脚步声如同死神的临近，每一步都预示着这座城市悲惨的命运。就在阿喀琉斯准备攻破特洛伊的城墙时，命运的转折降临。在阿波罗的指引下，帕里斯的箭犹如命运之手，精准地射中了他的致命弱点——脚肘。阿喀琉斯在战场上倒下了，他的生命如同被抽走的火焰，渐渐熄灭在遍地鲜血的冰冷大地上。帕里斯还未能享受胜利的喜悦，希腊战士们目睹了他的行为，愤怒地挥舞着武器，是要为阿喀琉斯报仇。阿喀琉斯的死让两军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特别是希腊人，他们无法想象在没有阿喀琉斯的力量下，如何攻破坚不可摧的特洛伊城墙。然而，在绝望中，奥德修斯的智慧如同曙光破晓，他策划了一个让人赞不绝口的计划，一个将被后世传颂的特洛伊木马计。奥德修斯以其非凡的智慧设计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巧妙地将内部掏空，创造了一个隐秘的空间，足以让他和他的勇士们悄无声息地藏身其中。当晨曦出现，特洛伊人惊喜地发现城外出现了一匹宏伟的木马，希腊军营已经消失，他们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希腊军撤退了，城市中充满了欢声笑语。特洛伊人被这匹木马的外表所迷惑，将其视为和平的象征，欢欣鼓舞地将它带入城墙之内，并未曾察觉这背后隐藏的致命陷阱。然而，在众人的欢庆中，有一位智者并未被蒙蔽双眼。卡珊德拉以他那凄厉的嗓音警告特洛伊人，木马内暗藏杀机。他的眼中闪烁着先知的光芒，但他的预言却被无知的嘲笑所淹没。在夜色的掩护下，奥德修斯和他的战士们如幽灵般从木马中现身，他们的动作迅疾而无声，守卫在黑暗中倒下。他们打开城门，点燃了信号火。远处的希腊舰队接到召唤，如同复仇的使者，踏着黎明的曙光返回。当特洛伊人从梦中惊醒，迎接他们的却是家园的火海和希腊战士的铁蹄，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此展开。特洛伊城在烈焰中呻吟，国王图里阿摩斯目睹自己的国土成为战火的牺牲品，无力回天。阿喀琉斯之子皮洛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了普里阿摩斯的性命，老王的血染红了他的宝座。皮洛士的残忍还不止于此，他从赫克托尔的妻子怀中夺走婴儿，将其扔下高墙，终结了一个未来可能的英雄。安德洛马克的哀嚎回荡在空荡的宫殿，他被掳为奴，失去了自由，他的眼泪成为特洛伊沦陷的见证。历经10年的漫长战争，特洛伊那著名的城墙终于被攻破，国王陨落，英雄们战败，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如今只能任凭希腊人宰割。卡珊德拉逃出了火海，他惊恐地跑进了雅典娜的神殿，
希望能得到女神的庇佑。可是他刚一进门，就看到了一幕让他心碎的景象：他的同胞们倒在血泊中，有的还在惨叫，有的已经断了气。他想要转身逃跑，却被一双粗糙的手抓住了。他抬头一看，是希腊的勇士小埃阿斯。他邪恶地笑着，把他拖到了雅典娜的神像前，强行占有了她的身体。这是对女神的亵渎，也是对她的侮辱。雅典娜看到了这一切，她怒不可遏，决定给这个无耻的凡人一个惩罚。当小埃阿斯满足了他的欲望，准备登上船回国时，雅典娜用她的神力召唤了一道闪电，直接劈中了他的身体。他惨叫一声，跌落到了海里。海神波塞冬也不放过他，把他拉到了深不见底的海底，让他永远无法翻身。卡珊德拉的悲剧并未就此画上句点。阿伽门农对她的美色心生贪念，将她作为战利品掠走，成为自己的女宠。然而，命运的阴影紧随其后。当阿伽门农带着她返回麦西尼的时候，一段未知而凶险的旅程也随之展开。特洛伊的废墟中，埃涅阿斯的身影格外显眼。他率领着一小群幸存者逃离了这片火海，穿越地中海的波涛，最终抵达意大利的岸边。在那里，他们开启了新的篇章。埃涅阿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异乡播下了生命的种子，而他的后代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更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建立了伟大的城市罗马。莫涅拉俄斯与海伦的重逢如同梦境般温馨，他们一起回到斯巴达，再次登上王位，共同治理着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他们的故事以寿终正寝告终，夫妻二人携手踏上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在那里，他们享受着永恒的宁静与安宁。然而，命运对于特洛伊战争的其他英雄并不那么仁慈，尤其是阿伽门农。他的归途充满了悲剧色彩，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也因父亲的行为背负了沉重的代价。阿伽门农满载战利品和俘虏的女性凯时而归，虽然受到了如英雄般的欢迎，但他的命运却走向了不幸的深渊。阿伽门农对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情有独钟，她的美貌和身份使她成为战利品中的明珠。在凯旋的游行中，卡珊德拉被迫走在最前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这场荣耀的展示却引起了阿伽门农妻子克里泰涅斯特拉的愤怒。她对丈夫的不忠和对卡珊德拉的宠爱感到愤慨，决心要让这位特洛伊公主付出代价。在一个不祥的夜晚，克里泰涅斯特拉的怒火终于爆发，她挥舞着斧头，将无辜的卡珊德拉击倒在地，血腥的场面令人震惊。但卡珊德拉的死并不能平息克里泰涅斯特拉心中的怒火。多年前，阿伽门农为了安抚风神，残忍地牺牲了他们的女儿伊菲格涅亚。这段不幸的往事一直在克里泰涅斯特拉心中燃烧。如今，他要为女儿复仇，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出口。阿伽门农沉沉睡去后，克里泰涅斯特拉如影随形般悄无声息地潜入他的寝宫。月光下，他手中的匕首闪着冷冽的光芒，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深深刺入国王的心脏。那一刻，国王的命运与他曾经残忍地强加于女儿身上的悲剧命运一样，走到了尽头。克里泰涅斯特拉随后登上了麦西尼的王座，但阿伽门农的死亡并未就此被世人遗忘。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心中充满了为父报仇的渴望和怒火，他怒气冲冲地闯入宫殿，一剑刺穿了母亲的胸膛。克里泰涅斯特拉的眼睛在绝望中永远地闭上了，而俄瑞斯忒斯的心中则涌起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俄瑞斯忒斯，这位被命运折磨的英雄，他的眼中充满了悔恨与泪水。他抬起头来，只见三个身影如同夜色中的幽灵般向他袭来。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厄里尼姐妹，复仇女神。她们从阴暗的冥界中升起，专门惩罚那些亵渎家庭圣洁的罪人。她们的眼睛如同烈火般燃烧，她们的声音如同雷鸣般震撼。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将罪人拖入疯狂的深渊。俄瑞斯忒斯的心灵被这无情的追逐折磨得支离破碎，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恐惧和绝望，仿佛永远也逃不出那些复仇女神的阴影。但就在他即将被黑暗吞噬之际，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她的光辉和智慧介入了这场悲剧。她的出现如同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围绕在俄瑞斯忒斯心头的阴霾。经过雅典娜的指引和考验，
俄瑞斯菲斯终于洗净了心灵的污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他的过去虽然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他学会了接受和面对。在新的一天里，他带着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希望，踏上了寻求救赎和自由的旅程。而奥德修斯这位希腊英雄尚未结束他的特洛伊之旅，他的归途可以说充满了未知与危险，将是一段长达10年的艰苦航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他将与世上最可怕的怪物抗争，那就是著名的奥德赛的故事。伊萨卡岛的国王奥德修斯耗费了10年光阴，在特洛伊战场上挥洒汗水，只为救回斯巴达的王后海伦。现在，随着使命的完成，他怀着对家的深深思念，迫切希望回到爱妻佩涅洛佩和儿子佩勒马克斯的身边。在特洛伊的海岸边，奥德修斯集结了他的船队，扬起风帆，踏上了回家的路。10年的战火与磨难终于尘埃落定，他即将重返温暖的家园。他们沿着希腊海岸南下，然后转向北航向伊萨卡。但就在家门口，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将他们偏离了航线，直接冲向一座巨岛。在狂野的风浪中，他们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这片未知的避风港。踏上岛屿，他们远远望见一个牧羊人的营地。奥德修斯选了几位勇敢的战士同行，带上珍贵的美酒作为礼物，向那营地进发。饥饿的船员们眼巴巴地望着牧羊人旁边山洞里的丰盛奶酪和肉食，心中充满了对美好食物的渴望和喜悦。奥德修斯和他的战士们饥饿难耐，悄悄地偷吃了山洞里的食物。不料，洞穴的主人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单眼巨人波利菲莫斯突然回到洞中，用一块巨石封住了洞口。奥德修斯的哀求声被狂风吞噬，而波利菲莫斯则毫不怜悯地抓起2名战士，残忍地将他们的骨头捏碎，吞噬了他们的血肉。每当黎明和黄昏，他都会离开洞穴，然后回来继续吞噬那些被恐惧冻结的船员。面对如此绝境，奥德修斯仍旧坚毅不屈。他深知，只有巧妙的计谋，才能带领他的同伴逃出升天。他的智慧和勇气，在这黑暗和绝望的深渊中熠熠生辉。奥德修斯，智慧的化身，面对着波利菲莫斯那只凶猛的巨眼，他深知单凭武力难以取胜。于是，他巧妙地取出珍藏的美酒，以解渴为名，实则暗藏诡计，企图麻醉这位望穿一切的巨人。酒香四溢，波利菲莫斯贪婪地饮下，不久便醉倒如泥。奥德修斯见机不可失，假意关切地询问巨人的名字，谎称将来定当重报这份恩情。他自己却机智地隐去真名，只留下无名氏这个空洞的称呼。波利菲莫斯头脑迷糊，竟真心感谢了这位无名氏。巨人沉睡，奥德修斯则不失时机，手握洞中发现的木桩，开始悄悄削尖，心中暗自谋划。这不仅是逃脱的关键，更是他智慧胜利的象征。在夜幕的掩护下，奥德修斯轻手轻脚地接近沉睡的波利菲莫斯，他手中握着一根锋利的木桩，毫不犹豫地刺向巨人的唯一之眼。一声凄厉至极的尖叫划破寂静，震动了整个岛屿，连远处的独眼巨人们也被惊醒。他们急忙聚集在洞口，关切地询问波利菲莫斯发生了什么，有人伤害你了吗？波利菲莫斯痛苦地捂住流血的眼眶，愤怒地吼道：没人，是没人伤害我。奥德修斯的计谋得逞，巨人们被巧妙地蒙蔽，满心疑惑地散去。虽然波利菲莫斯被欺骗，但他仍将巨石紧紧地堵在洞口。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们似乎无路可逃。然而，机智如奥德修斯绝不轻言放弃，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一个妙计。夜月拂晓，波利菲莫斯准备移开石块，让羊群外出觅食。他用粗糙的手指一一探查羊的肚子，以防人类的诡计。而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们却早有准备，他们巧妙地将自己绑在羊的温暖腹部，随着羊群慢慢移动，成功地骗过了波利菲莫斯的触觉。就这样，他们在波利菲莫斯的鼻子底下，借着羊群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山洞，重获自由。这一刻，奥德修斯的智慧和勇气再次得到了证明，而波利菲莫斯的愚蠢则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终于，他们抵达了船只，扬起帆篷，迅速逃离了波利菲莫斯的岛屿。
愤怒的巨眼怪试图用巨石阻止他们，但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的船只渐行渐远。然而，奥德修斯却在胜利的喜悦中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忍不住向波利菲莫斯大吼自己的真名：“记住我，我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未曾料到，这一鲁莽之举将招致灾祸。波利菲莫斯将他的名字告知了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为了给儿子受辱复仇，波塞冬施下了诅咒。奥德修斯在接下来的航程中将失去所有的船员，且在海上漂泊10年，直至他踏上故乡土地之前，都将无法逃脱苦难的命运。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们浑然不知波塞冬已对他们下了诅咒。他们的船只轻盈地划过波涛，来到了漂浮在海面上的神秘岛屿埃奥利亚。岛上的统治者，热情好客的埃奥罗斯国王，用盛大的宴席欢迎他们。宴会落幕时，国王赠予奥德修斯一份无价之宝，一只精致的皮革袋，内藏着驾驭风力的神奇力量，只需巧妙运用，便能助他一帆风顺地回到温暖的家园。带着国王的祝福，奥德修斯再次扬帆起航。他巧妙操纵着袋中的风力，伊萨卡岛的轮廓逐渐在地平线上清晰起来，仿佛在向他招手。然而，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家门口的那一刻，贪婪的阴影悄然笼罩了船员们的心头。他们误以为埃奥罗斯的礼物中藏有无尽的金银财宝，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偷偷打开了那只皮革袋，不料释放出了一股狂暴的风暴，将他们的希望和贪念一同卷入了无边的海洋深渊。突如其来的狂风呼啸而出，如同愤怒的巨兽，将他们的船只无情地卷回到了起点。他们再次抵达埃奥利亚岛，但这次他们不再受到热情的款待。埃奥罗斯国王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疑虑，他相信只有神灵的诅咒才会让奥德修斯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他的岛屿。为了避免神明的愤怒，国王决定不再提供帮助。他命令士兵将奥德修斯及其船员驱逐出宫殿。奥德修斯，这位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英雄，面对着连番的挫折，仍然不肯放弃。他指挥船员重新扬帆起航，尽管前方的道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但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归家的坚定信念。在拉斯特吕戈尼亚港口，奥德修斯派遣3名勇敢的侦察兵去探索未知的土地。他们本以为会遇到好客的村民和丰盛的食物，却意外陷入了巨人的埋伏。在巨人的追逐下，侦察兵们慌乱逃回船上，惊魂未定。那些拉斯特吕戈尼亚巨人以暴力和血腥著称，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侦察兵，并将他们的凶猛目光投向了奥德修斯的船队。他们挥舞着巨石，如雨点般砸向船只，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只留下奥德修斯的船只侥幸存活。历经波折，奥德修斯带领着他残存的队伍，驾驶着那艘破损的船只，穿越了汹涌的大海，最终抵达了神秘的埃亚亚岛。在这片未知的领域，居住着一位美丽而危险的女巫卡尔克。她不仅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也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女巫美迪亚的姐姐。奥德修斯谨慎地将船员分成2组，他亲自留守船只，搭建坚固的营地，而其他勇敢的船员则踏上岛屿，寻找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不久便抵达了卡尔克的隐秘住所。那里，一群平日凶猛的狼和狮子竟然温顺地围绕在他的脚边。这一幕让船员们惊讶不已。卡尔克以他的迷人微笑和甜美的声音，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入他的家。他亲手准备了丰盛的餐点，香气四溢的麦饼、新鲜的奶酪和醇厚的葡萄酒。然而，船员们并不知道，这些诱人的食物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饱餐一顿后，船员们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沉睡。但当他们在梦境中挣扎醒来时，却发现自己遭受了不幸的命运。他们不再是勇敢的船员，而是变成了低头吃草的猪。幸运的是，有一位警觉的船员因为心存疑虑而没有尝试那些食物。他目睹了这一切的变化，慌乱中逃回船上，向奥德修斯汇报了同伴们不幸的遭遇。得知噩耗，奥德修斯立刻动身前往营救他的船员。途中，神速如风的信使赫尔墨斯出现在奥德修斯面前，他手持神秘的魔草茉莉，这是天界的珍宝，能够抵御一切邪恶的魔法。接过魔草，奥德修斯步入卡尔克的宫殿，他的心中早已谋划好一切，与卡尔克共享晚宴，却暗中将神药融入酒中。神奇的是，
尽管喝下了魔药，奥德修斯却依然保持着人形，令卡尔克大吃一惊。奥德修斯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他的剑锋寒光逼人，对卡尔克下达了不容置疑的命令：立刻恢复船员的人形，否则他将面临永恒的毁灭。锋利的剑刃抵在脖颈，在奥德修斯的坚定意志面前，卡尔克无奈地施展了他的魔法。那些曾是猪的船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原形，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奥德修斯的感激和敬仰。不过这两人也是不打不相识，竟直接吼上了。卡尔克不仅是一位美丽的女神，也是奥德修斯心灵的慰藉。她的智慧和力量帮助奥德修斯克服了许多困难。在他的岛屿上，二人的爱情如同神话般绚烂，共同迎接了新生命的诞生，他们的儿子特勒格诺斯。然而，英雄的本性使奥德修斯无法长久停留在这片爱的港湾，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动，驱使他再次踏上归途。卡尔克深知海洋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奥德修斯前往冥界寻求先知忒瑞西阿斯的智慧。这位盲眼先知的预言将是奥德修斯未来航程的灯塔，指引他穿越重重困难，直至归家。在卡尔克的指引下，奥德修斯驶向了世界的尽头，那里隐藏着通往冥界的秘密通道。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他依照古老的传统进行了祭祀，唤醒了沉睡的亡灵。忒瑞西阿斯的灵魂在他面前显现，带着对未来的预言和对过去的智慧，为奥德修斯的旅程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忒瑞西阿斯以严肃的语气向奥德修斯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警告：他们即将抵达太阳神赫利俄斯的神圣岛屿。他强调，为了生存并安全返回故乡，他们必须避免触碰岛上的任何神牛，否则将面临无法逃避的死亡命运。奥德修斯对这位先知的话深感敬畏，他向忒瑞西阿斯表示感激，并立即扬帆起航，心中坚定了一个决心：他将确保自己的船员远离那些神圣的牛群。然而，在他们的航行中，一股诱人的旋律突然飘荡在海风中，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美妙音乐。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们就像多年前的杰森和阿尔戈船上的英雄们一样，不知不觉中驶入了赛人的领域。这些美丽而致命的生物以他们的歌声诱惑着航海者，将他们引向一个个悲惨的结局。奥德修斯在卡尔克的提醒下，提前做好了准备。他只是船员们用蜂蜡封闭耳朵，以免被赛人的歌声迷惑。但他自己渴望成为唯一听过赛人歌声而生还的人，选择不封闭耳朵，而是让船员将他紧紧绑在桅杆上。当船只慢慢接近赛人的岛屿，那诱人的歌声越来越清晰，奥德修斯开始挣扎。那歌声如同无形的魔力，紧紧缠绕着他的心灵。他不断地恳求船员释放他，但船员们的耳朵已被蜂蜡封住，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奥德修斯这位智慧与勇气的化身，终于挣脱了紧绷的绳索，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聆听赛人歌声而幸存的英雄。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些海中女妖的命运与他们的歌声紧密相连。一旦有凡人听过他们的歌而未丧命，赛人们就会因违背宿命而化为泡沫。当奥德修斯的船只驶向远方，海面上响起了一阵悲伤的歌声，随即所有赛人纷纷投身海中，结束了他们悲剧的一生。黎明的曙光透过云层，照亮了奥德修斯前方的海域。他此刻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决策。卡尔克，那位神秘的女巫，曾用她的预言之语警告他即将面临的双重威胁。一条狭窄的海峡正等待着他，海峡两侧分别隐藏着两大恐怖。右侧是斯库拉，一个拥有6颗狰狞头颅的海洋巨兽；左侧则是卡利布迪斯，一个能将一切生物吞没的无底深渊。在遵循卡尔克的指引后，奥德修斯坚定地驶向斯库拉的巢穴。他深知这将牺牲6名勇士，但面对卡利布迪斯的威胁，他别无选择，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船只贴近恐怖的悬崖，奥德修斯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6个恐怖的头颅突然从高空俯冲而下，瞬间夺去了6名船员的生命，他们的惨叫声在海面上回荡。然而，一场猛烈的风暴正酝酿中，他们没有时间悲伤，必须立即起航，前往下一站特里纳基亚堡。太阳神赫利俄斯的神圣牧场就在特里纳基亚岛上，传说中的神牛悠然自得地吃着草。先知忒瑞西阿斯曾严厉警告奥德修斯，
触碰这些神圣生灵将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奥德修斯对船员们下达了铁的命令，绝对不得伤害这些神牛。但是，命运的风暴不期而至，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将他们困在了这座孤岛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食物逐渐减少，饥饿开始折磨着每一个人的意志。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当奥德修斯沉沉入睡时，一些船员心怀不轨，偷偷地宰杀了神牛，将肉烤熟后，狼吞虎咽地享用了这禁忌的盛宴。破晓时分，奥德修斯从梦中惊醒，发现牛栏空无一物，他跪倒在地，绝望地摇头叹息，为自己手下的愚蠢行为而感到心如刀绞。这一切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在一阵狂风暴雨后，船员们违抗了禁令，终于迎来了平静。他们重新扬起了风帆，但他们的罪过没有被遗忘。太阳神赫利俄斯将他们杀害神圣牛只的行为告知了宙斯。宙斯怒不可遏，一道雷霆劈开了奥德修斯的船只，船身裂为两半，所有船员除了奥德修斯都沉入了海底。就如同命运所注定，波塞冬的诅咒成真，奥德修斯独自一人紧抓着残破的船板，在无垠的海洋上漂泊了9日9夜。到了第10天，他被海浪冲到了海之女神卡里普索的岛屿。在这里又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在卡里普索的孤岛上，奥德修斯遇见了泰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美丽的卡里普索。他对这位风采翩翩的英雄一见钟情，深情款款地向他提出永恒的陪伴，承诺以不朽的生命作为礼物。然而，奥德修斯的心系故土，他对妻子佩涅洛佩和儿子特勒马克斯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无法被任何诱惑所动摇。他的坚决拒绝触碰了卡里普索的自尊，愤怒的女神将他囚禁在岛上长达7载的岁月。在与女神同居的漫长日子里，奥德修斯饱受心灵的折磨。每当夜幕降临，他总会孤独地走向海岸，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泪水悄然滑落，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重返爱妻和爱子怀抱。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巅，雅典娜女神俯瞰着大海，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奥德修斯的同情。她决定向宙斯求情，希望能让这位英雄结束他的流浪生涯。宙斯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命令卡里普索放行。卡里普索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他不仅给了奥德修斯木筏，还亲手准备了返航的补给。但就在奥德修斯即将看到家乡的地平线时，海神波塞冬发现了他的踪迹。波塞冬的怒气化作了风暴，巨浪如山，奥德修斯的木筏在汹涌的海浪中支离破碎。奥德修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的求生意志和勇气让他奇迹般的存活下来，最终被冲刷到斯加利亚岛的岸边。他全身无力，像一具遗弃的雕像一样躺在沙滩上，任由潮水倾覆着他的伤痕。在远离人间的斯加利亚岛上，腓亚基人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的国王阿尔喀诺俄斯和王后阿瑞特受到了众人的敬爱。就在奥德修斯漂流到岛上的第2天，他们的女儿瑙西卡率领着一群侍女来到海滨，准备清洗衣物。不料，他们发现了一个赤裸的男子，正狼狈地站在沙滩上。他的侍女们惊慌失措，纷纷尖叫着逃散，只剩下瑙西卡。她在雅典娜的启示下，鼓起了勇气，走向了那个男子。他给他递上了一件衣服，然后引导他前往他的宫殿，向他的父母介绍了这位不速之客。在斯加利亚岛上，国王阿尔喀诺俄斯和王后阿瑞特热情地邀请了这位神秘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的宫殿，与他们共享晚宴。晚宴上，大诗人德莫多克斯将为他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他那悠扬的歌声和对神灵的赞美之词，令人如痴如醉。夜色渐浓，国王对这位陌生人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询问他的名字和过往经历。然而，奥德修斯心怀忧虑，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招致波塞冬的怒火，于是他巧妙地避开了国王的问题，转而讲述了自己在漫长旅途中所经历的种种奇幻与冒险。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惊奇和魅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目不转睛。随着宴会的结束，德莫多克斯开始弹奏他的竖琴，优美的旋律在空中飘荡。他歌颂着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传奇故事仿佛在夜空中飘荡，给这个美妙的夜晚画上了完美的句点。突然，诗人德莫多克斯的琴声忽然转折，开始吟唱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
他再送了无畏的阿喀琉斯、威严的阿伽门农，以及那位以智慧著称、巧设特洛伊木马的奥德修斯。当德莫多克斯的歌声描绘出木马计的巧妙时，宾客们无不为之惊叹，赞赏奥德修斯的智慧如何攻破了坚固的城邦。然而，这位英雄的心中却涌起了对失去战友的哀思，悲伤如潮水般涌来。他紧紧抓住自己的斗篷，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国王阿尔喀诺俄斯察觉到了这位陌生人的气声，心中充满了疑惑。他温和地追问这位神秘客人的真实身份，想要了解这位在歌声中流露出深深哀伤的人到底是谁。在德莫多克斯悠扬的琴音中，奥德修斯的心灵被牵引至往昔的记忆深处。特洛伊战争的英勇事迹如同夜空中回荡的乐章，其中竟不其然地夹杂着他自己的名字奥德修斯。那一刻，他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澎湃，激动地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向在座的所有人坦白，战争结束后，他并未直接返乡，而是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了整整10年。每一次尝试回家的旅程都以悲剧告终，他的声音中透露出岁月的沧桑和对家的深切渴望。国王和王后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认为能够接纳这样一位传奇英雄是莫大的荣耀。他们毫不吝啬地提供帮助，决心确保他能够平安归家。当第2天的晨曦破晓，奥德修斯惊喜地发现，港口已经停泊着一艘装载着金银财宝的船只，一队精神抖擞的水手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只等待着奥德修斯的一声令下，便能扬帆起航，踏上返乡的旅程。扬起风帆，奥德修斯向国王和王后告别，眼中闪烁着回家的决心。经过20年的漂泊，他终于踏上了伊萨卡的土地，内心充满了与家人团聚的渴望。然而，智慧女神雅典娜提醒他，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为了保护他，他施展魔法，将他变成了一名苍老的乞丐，这样他就可以在不被认出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家中。对于忠贞不渝、独自守候了20年的妻子佩涅洛佩来说，面对众多觊觎她美貌和财产的求婚者，再嫁似乎是她无法逃避的命运。在宫殿的深处，超过100名自命不凡的求婚者如同蚁群般聚集，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着奥德修斯的财富，穿戴他的衣物，享受着他的酒宴。然而，在这混乱和放纵之中，佩涅洛佩的心却如同磐石般坚定，她的忠贞不渝，对丈夫归来的希望从未有丝毫动摇。为了抵御那些贪婪的求婚者，佩涅洛佩巧妙地构思了一个计策，成功地将他们耽搁了数年。她告诉他们，她正在为奥德修斯的父亲织制一件寿衣，只有在这件寿衣完成之后，她才会在众多追求者中挑选一位作为新的伴侣。但每当夜幕降临，当寿衣即将完成之际，她便会悄无声息地解开白天织就的部分。这场巧妙的欺骗游戏持续了3年，直到最后被识破，佩涅洛佩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伊萨卡岛的幽静角落，佩涅洛佩仍然猛然不知，她的爱人奥德修斯正悄悄地踏上归途。他首先拜访了忠心耿耿的老仆人欧莫鲁斯。欧莫鲁斯见到久违的国王，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相拥。欧莫鲁斯的手颤抖着奉上了陈年美酒和精心准备的佳肴，他发誓要忠诚地辅助奥德修斯夺回失去的王位。不久，又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奥德修斯的儿子，英俊的特勒马克斯，历经艰难的寻父之旅，终于回到了伊萨卡。他踏进宫殿，目光所及之处，看到欧莫鲁斯正与一位看似普通却带着王者气息的陌生老人共享晚餐。克勒马克斯身经数月的风霜早已饥肠辘辘，路途劳顿的他也不客气，他向老友欧莫鲁斯投去询问的目光，问老友可否也为他留个位置。可欧莫鲁斯深知眼前乞丐的真实身份，他是那位久经沙场、智勇双全的奥德修斯。为了让父子俩有一个难得的独处时刻，他悄无声息地退到一旁，偷偷前往通知佩涅洛佩，传达特勒马克斯归来的喜讯。在他离去的同时，智慧女神雅典娜展现了她的神力。只见一束光芒闪过，那位苍老的乞丐瞬间变回了昔日的英雄奥德修斯。他的眼中重燃了斗志，身姿再次挺拔。特勒马克斯目睹了这一奇迹，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惊与不可思议。多年的等待与寻找，赖得在他心中逐渐模糊的父亲形象，如今竟真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他的膝盖软了下来，紧紧拥抱着他的父亲，那个曾经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如今却带着温柔笑容的男人。他们的拥抱中融合了多年的思念与等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份久别重逢的喜悦并不能持久，因为奥德修斯面临着更加紧迫的任务。宫殿内的求婚者们正肆无忌惮地侵扰着他的家园。奥德修斯知道，他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结束这场无耻的闹剧。奥德修斯再次化身为乞丐，悄无声息地踏入了自己的宫殿。他的目光落在了佩涅洛佩举办的一场特殊泽夫比赛上。他向众求婚者宣布，谁若能用弓箭穿过一排12把斧头的柄眼，便能赢得他的芳心。这个挑战立刻点燃了所有求婚者的热情，他们急切地想要展示自己的武艺，但前提是比赛中必须使用奥德修斯留下的那把传说中的巨弓。这把弓不仅沉重异常，且只有奥德修斯才能驾驭。求婚者们轮番上阵，试图拉开这把弓，却连弓弦都挂不上。他们拼尽全力，弓身发出的哀鸣仿佛在嘲笑他们的徒劳。最终，没有一个人能让这把弓屈服。宫殿内，求婚者们满脸尴尬，他们的窘态引起了一阵哄笑，但这笑声未落便戛然而止。众人瞪大了眼睛，目睹了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那位看似不起眼的乞丐竟毫不费力地拉满了弓弦，他的目光如利箭般锐利，一箭射出，穿过12柄斧头的眼，精准至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然而，当奥德修斯的目光扫过他曾经的家园，看到那些曾经温馨的角落如今被蹂躏的面目全非，他心中的怒火如熔岩般沸腾。他无法原谅那些贪婪的求婚者，他们的罪行不可饶恕。于是他转过弓箭，这一次箭矢所指的不再是无生命的靶子，冷冽的箭矢如同死神的镰刀，飞速穿梭在空中，一个接一个，那些曾经嚣张跋扈的求婚者纷纷倒下，血泊中他们的生命终结了。在激烈的战斗中，求婚者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武器，却发现武器库空无一物。原来机智的忒勒马克斯早已将武器藏匿起来，为父子3人的反击做好了准备。欧莫鲁斯的加入更是如虎添翼，他们并肩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些贪婪的求婚者一一击败。当最后一个敌人倒在血泊中，奥德修斯的复仇之火终于熄灭，他的心中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与他深爱的妻子团聚。20年的漂泊，他对佩涅洛佩的爱如同磐石般坚定，是这份不渝的情感指引他跨越重重险阻，找到了回家的路。佩涅洛佩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毫不犹豫地认出了多年未见的丈夫。她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忠贞，20年的等待终于得到回应。当她与奥德修斯紧紧相拥时，泪水和喜悦交织在一起，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流转，所有的等待和兴奋都化为了无尽的甜蜜。奥德修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内心终于恢复了平静。然而，他的妻子佩涅洛佩还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这些漫长的岁月，你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含着泪水，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轻声回答：“亲爱的，从何说起呢？”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尽的故事和深深的怀念。随着奥德修斯的归来，这个充满神话与英雄的时代也宣告结束。宙斯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神界与人间被画上了明确的界限。奇异的野兽不再肆虐大地，半神英雄也不再与凡人同行。这些伟大英雄的传奇故事被荷马等伟大的诗人用诗歌吟唱，一代代传颂下去，成为永恒的神话和传说。在古老的神话中，宙斯曾试图用各种材料铸造人类，黄金、白银和青铜都曾被他尝试，但每一次都未能达到完美，甚至连他自己的后代也无法避免犯下错误。经过深思熟虑，宙斯决定创造最后一批人类，铁器时代的人类。这一时代的人们与以往的种族截然不同，他们必须直面世界的艰难险阻，衰老、贫穷、饥饿和战争将是他们不可避免的挑战。唯有通过不懈的劳动，他们才能确保生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中，铁器时代的人类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韧和毅力。随着神明逐渐隐退于世界之外，
他们终于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和改变世界。他们不仅建立了城邦，还学会了书写，探索了浩瀚的世界。他们以哲学、艺术和音乐为媒介，释放了无尽的创造力。他们发明了印刷术，揭示了万有引力的奥秘，利用蒸汽之力推动工业发展，从光能中提取了文明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器时代的人类凭借其卓越的智慧，终将攀登至苍穹之巅。在那短暂宝贵的时刻，他们将俯瞰自己的故乡，如同众神俯视人间，见证自己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后，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